你一个混社会的双花红棍，却穿成了高武世界的怂包孤儿，更是被校花当众诬陷你摸他屁股，甚至要毁掉你的保送名额。然而你反手就将他扇成了猪头，就连他那筑体7层的舔狗男友待人寻仇，也被你当众一脚踩在脸上摩擦。此时全校都以为你只是隐藏修为扮猪吃老虎，然而只有你自己知道，身为帮派双花红棍的你，穿越到了一个高武世界，异兽入侵，全民修炼武道，而你觉醒了声望系统，只要获得声望就能得到系统奖励，从此走向人生巅峰。此时你被一声尖叫惊醒，还没搞清状况，一股庞杂的记忆洪流就冲进你的脑海，下一秒一个女生泪眼汪汪的指向你，抽泣的声音满是委屈：陈江，他刚才占我便宜。此话一出，全班的视线瞬间聚焦在你身上，见状你下意识举起双手，一脸错愕，整个人都还是懵的。然而你这举手的姿态，落在别人眼里，偏偏就像是在回味不轨的触感。稳拿保送名额的陈江竟然是 LSP， 太恶心了！没想到他这么猥琐。同学们的议论声让你目瞪口呆。就在这时，一道机械音在你脑中响起：叮，声望系统绑定成功，检测到宿主正遭受恶意诬陷，触发初始任务，为自己洗刷冤屈，任务完成即可获得新手大礼包1份。听到这天降外挂，你紧锁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此时你正偷着乐，对面的林品如又尖声开口喷了起来：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我现在就去德育处让老师把你保送的资格给撸了。闻言你这才抬眼打量他，脑中信息瞬间浮现：林品如18岁，筑体4层，颜值6分，身材5分，这种货色也配让你揩油？这下你算是明白了，这特么纯纯的碰瓷啊！只见你眉头紧锁，死死盯住林品如，你说我开你的油？说着你冷笑一声，嘴炮模式全开，你瞅瞅你，有刚粗没刚高，没屁股也没腰，前面不凸后边不翘，成天就会乱发骚。你告诉我，你除了满脑子猪油，还有哪点值得我动你？你话音刚落，全班同学都惊掉了下巴，没想到你这嘴跟开了光似的，张口就是国粹。陈江，你找死！林品如被你骂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尖叫着扬起手，一个巴掌就朝你脸上狠狠扇来。可他的手臂刚挥到一半，手腕就被你闪电般一把攥住。你筑体6层的力气，其实他能抗衡的，你给我松手！林品如使劲挣扎，你的手掌却像铁钳一样纹丝不动。给你脸了是吧？你轻蔑一笑，抬起另一只手就要还以颜色。你敢！林品如尖叫一声，还想威胁你，而你右手划出凌厉弧线，啪的一声清脆的耳光，结结实实抽在他脸上，把他后面的话全打了回去。林品如瞬间眼冒金星，满脸难以置信。然而还没等他开口，你的右手再次呼啸而来，啪啪啪，一连串耳光响彻教室，左右开弓，巴掌跟不要钱似的往他脸上招呼。你看我敢不敢？给我老实交代，为什么要泼我脏水？谁在背后指使你？我没有！林品如哭喊着想逃，可迎接他的是更狂暴的长官。没有个屁！系统提示还能有假？就在这时，你猛然想起，这里全民修武，身体素质远超地球。于是你瞬间催动功法，筑体6层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你抡出去的手掌也是速度暴涨，快的只剩残影，每一巴掌都结结实实抽在他脸上。别打了，我说我全都说。才4、5下，林品如的脸就肿成猪头，满嘴血沫，终于竹筒倒豆子般全招了。我是故意用屁股蹭你的手，就是为了诬陷你，让你丢掉保送资格。听到真相，全班同学脸色瞬间大变，他们心里清楚，这要是诬陷成功，你不只是丢掉保送资格，你甚至会被废掉修为，变成一个连猪狗都不如的废物。这林品如是真想把你往死里整啊！此时所有同学看他的眼神只剩下了鄙夷和恶心，而你正想追问幕后黑手，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洗刷冤屈成功，解锁初级大礼包。闻言你心里乐开了花，意识瞬间进入一片奇特空间，培元丹1枚，可助宿主洗髓伐毛。见状你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抓起丹药塞进嘴里，那培元丹入口即化，磅礴药力瞬间在你体内炸开，爽！你忍不住低吼一声，一颗丹药竟让你连跳2级，境界瞬间飙升到筑体7、8层。然而你还没来得及体会身体的变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突然响起，都给我让开！随着一声吆喝，7、8个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为首的正是1米8几的大个子王秉志，林品如的终极舔狗，3班的扛把子来了。你一看这架势就明白了，这货8成是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只不过他这英雄来的未免也太晚了点。此时王秉志看着地上半昏厥的林品如，脸色骤然大变，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品如你怎么样？林品如艰难地睁开眼，瞬间委屈起来，颤抖着伸手指着你，是他。听到这话，王秉志猛地转头，双眼布满戾气，死死瞪着你，是你打的？是我打的，但我劝你最好先搞清楚状况。说着你看着他，仿佛看到了曾经上头的自己，可他下一句话直接让你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他妈管你因为什么？林品如是我要守护一辈子的人，你敢动他就得付出代价。听到这话，你眼神瞬间冷了，得，这货根本就是个2逼，脑残！你随口吐出2个字，懒得理会，转身就走。岂料你刚一转身，王秉志竟从后面抓住你的肩膀，猛地发力回拽。他是筑体7层，想把你这个弱不禁风的家伙直接摔个狗吃屎。可没想到他这一抓力道不小，你的双脚却像生了根稳稳钉在地上，刺来一声，你左肩一凉，整个袖子竟被他硬生生撕了下来。周围的人见状都惊呆了，以为是王秉志失手，然而只有他自己清楚，他使出吃奶的劲也没能撼动你分毫。这怎么可能？王秉志满脸不可置信地盯着自己的手，陈江不过筑体6层，我怎么可能拉不动他？下一秒他猛地抬头，正好对上你那双冰冷的眸子，只见你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老师没教过你吗？一丝一缕横面兀立为奸。话落，你身形猛地一晃，如同鬼魅般贴到他跟前，小心！有人发出惊呼，王秉志反应极快，抬手一拳就砸向你的面门，可他万万没想到你早已是筑体8段，把他甩开好几个档次，在所有人眼里，你只是脑袋轻轻一侧，王秉志势大力沉的一拳就这么挥空了。与此同时，你毫不迟疑的出手，一把薅住他的头发，狠狠往下一按，砰！一团血雾爆开，他的整张脸被你死死按在课桌上。我杀了你！王秉志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怒吼着就要挣扎，但你根本不给他机会，抬脚精准的踹在他膝窝上，扑通一声，他双腿一软，结结实
实实的跪在地上。这一下所有人都绷不住了，单手压制王秉志。这小子一直在扮猪吃老虎，你根本不是柱体6层，你至少是柱体8段，嘴里满是血腥味。王秉志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理智彻底被怒火吞噬。兄弟们，给我废了他！他一声令下，那7、8个人立刻就要冲上来围殴你，但你连看都懒得看，而是抓起王秉志的脑袋，再次狠狠砸向桌面。砰！我让你装！砰！想踩着老子去舔林品如！砰！今天就让你知道老子双花红棍的含金量！你一下比一下砸得更狠，仅仅3下，实木课桌竟然被砸出裂纹。王秉志口鼻间的鲜血顺着桌角滴落在林品如的身上。林品如发出一声尖叫，连滚带爬的后退。直到这时，你才终于松开昏死过去的王秉志，冷冷地看向那群人：你们是打算一个个来，还是一起上？接触到你冰冷的眼神，那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向后缩了缩。他们平时打架最多就是踹几脚，谁见过你这种下死手的阵仗？老大王秉志都被打得不省人事，他们哪还敢出头？见没人敢吭声，你这才转身缓缓蹲在林品如面前，啪，反手就是一个清脆的耳光。告诉我，为什么要陷害我？林品如此时已经魂飞魄散，下意识的便脱口而出：是陈文锦，是陈文锦让我这么干的。他说只要把你这个垃圾搞掉，他就能拿到保送名额，然后就跟我确立关系。这一切都是他计划的，跟我没关系啊！听到这个名字，你脑中瞬间浮现出那个3个月前刚转来的柱体7层，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是冲着你的保送名额来的，想踩着你的肩膀走捷径。想到这，你心中冷笑，以前或许行，但现在此路不通。就在这时，班主任赵海鹏终于闻讯赶来，他一脚踏进班级，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倒吸一口凉气。你气定神闲地坐在沾满血污的课桌旁，脚边是血肉模糊、人事不省的王秉志，林品如则吓得跟筛糠似的跪在一边，动都不敢动。诡异的是，在这片狼藉中央，竟还有8个同学正襟危坐，奋笔疾书，其他学生则蜷缩在墙角，大气不敢出。老师，你可算来了！林品如一见班主任，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哭嚎着就想爬起来，谁知你反手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直接把他扇趴在地。我让你起来了吗？再敢乱动，信不信我当着班主任的面直接废了你的修为？话落，林品如瞬间老实了，而门口的赵海鹏却是瞳孔骤然一锁。有人报告你打人，他当时压根没信，毕竟他太了解你了。父母15年前在受潮中牺牲，你只能寄人篱下，烈士子女补助还被舅舅挪用，从小就成了免费佣人，养成了小心翼翼的讨好型人格。这种情况直到你上高中才有了改善，联邦修改政策，英烈子女补助直接发到学校。可你从小缺少修炼资源，根基不牢，修为一直卡在第6层，无法寸进。好在兽族蠢蠢欲动，市府为了激励年轻人参军，这才树立英烈子女典型。于是你幸运的拿到了2等高5学府的保送名额。按理说你本该安稳混到毕业，怎么会突然抱起伤人？赵海鹏看着眼前血淋淋的场面，心里直犯嘀咕：这还是他印象里那个3好学生吗？陈江，别再伤害同学了，千万别一时冲动走上犯罪的道路。听到这话，你缓缓抬起头，嘴角一扯：老赵，我不想让你难做。林品如，你自己跟老师把事情说一遍，要是跟刚才有半个字不一样，后果你自己清楚。听罢，林品如浑身一哆嗦，哪还敢耍心机，只好把事情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而赵海鹏的脸色也随着他的讲述越来越阴沉，他万万没想到2个高中生的心思竟然歹毒到这种地步，竟然想直接毁掉你的一生。至于地上那个王秉志，赵海鹏只有一个念头：纯纯的冤种，被打死也是活该。就在这时，3班一个学生猛地起身，拿着稿纸走到你面前：陈老大，我写完了。闻言，你接过来一扫，竟然是一份认罪书，不仅详细交代了他们的小团体勾当，更是把王秉志带头找茬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看我那，你满意的拍了拍他的脑袋：不错，去政教处交代问题，老师会从宽处理。遵命。那个同学竟对着你行了一个标准军事治理，随后大步走出教室。赵海鹏此时整个人都麻了，训狗也没这么立竿见影吧？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刺耳头，在你面前怎么比绵羊还乖顺？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在做梦。紧接着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将认罪书交到你手上。就在最后一人递上认罪书时，你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创建和谐校园，助力和平新风，宿主瓦解暴力团伙，成功获得声望值300点。商城系统开启，所有商品均可使用声望值结算。而后你念头刚闪过，意识瞬间被拽进一片纯白空间，一个巨大商城界面凭空展开，无数商品飞速滚动。昊天刀诀380万声望值，崩星拳法600万声望值，涅槃心法1500万声望值。你看着那些毁天灭地的招式和后面的天文数字，瞬间无语。狗系统给我区300声望值，就是为了搞我心态是吧？谁知你话音刚落，商城界面竟然真的瞬间切换，瓶装水1声望值，烧饼2声望值。可当你的目光最终落在一个马桶揣子上时，你整个人都绷不住，嘴角疯狂抽搐。我靠，你还真是神马玩意儿都卖啊！老子要的是跟修炼有关的东西。此时界面应声再次转换，这一次你的视线被一个熟悉的名字牢牢锁定，培元丹300声望值，正好1分不多1分不少。于是你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兑换。毕竟你目前的实力还是太拉垮，柱体7 9个层级，只有修炼到第9层才有资格进入精英云集的一班，那个班又被称为1级学府冲刺班，修炼资源简直是天差地别。陈江，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赵海鹏的声音突然响起，将你的意识从系统空间硬生生拽回现实。他看着你，语重心长地说了起来：这件事学校肯定会调查清楚，你的2等高5学府保送名额谁也抢不走。你闻言抬眼看向他：多谢赵老师，不过我突然觉得我不保送也行。听到这话，赵海鹏眉头
头当即一挑，咋地保送都不要了，你这是要上天啊！只见你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我想冲击一下，试试一等学府的名额。听到你要冲击一等学府，赵海鹏看着你哭笑不得，随即摆了摆手，你快别逗了，冲击一等学府那是一般那帮变态才考虑的事情。我承认你隐藏筑体8层的修为确实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但是你这8层修为撑死在普通班拔个尖而已，想进冲刺一班你想都别想。你想想高三18个班900多人，可一班为啥就那19个人？那里面的家伙不仅资质奇高，背后更有家族不计成本的培养，那都是用钱堆出来的怪物，你拿头去拼啊！说着赵海鹏叹了口气，再说了，进一班的硬性门槛就是筑体9层，你还差得远。看着他唏嘘感慨的样子，你反倒觉得有些好笑。这个老赵人是真不坏，也是极少数真心对你好的人。老赵啊，你这人吧，就是这眼界差了那么一点点。你笑呵呵的开口，直接把他给说愣了。不就是筑体7、9层吗？多大点事儿！刚才揍人时，我心里突然有了明悟，现在我就给你现场突破一下，你可看好了。话音落下，你便向后退了2步，稳稳扎了个马步。而那颗培元丹已经凭空出现，丹药入口即化，磅礴的药力如滚滚洪流冲入你的腹中，瞬间扩散至4肢百骸。此时你心里不禁感叹，这系统是真的方便，哪像小说主角非得拿手里看半天，直接吃进嘴里才叫效率好吗？可赵海鹏哪知道你身怀逆天外挂，听到你要现场突破，他下意识后退2步，哭笑不得的靠在办公桌上。对，你多牛批啊！他一边敷衍的挤兑你，一边从口袋里摸出香烟，打个架都能顿悟突破，你这资质简直逆天，就差白日飞升了。可就在他点燃火机，橘红色火苗即将触碰到烟头的那一刻，变故陡生，一股磅礴如海的武道能量猛然间从你体内炸开，瞬间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气浪。这一下赵海鹏整个人都僵住，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那根刚叼上的香烟就这么直愣愣的掉在地上。我滴个乖乖！赵海鹏嘴里爆出一句粗口，紧接着一个箭步就窜到你身边，双手激动的在你身上到处乱摸乱捏。他一边捏还一边嚷嚷：“你小子还真是说突破就突破啊，跟闹着玩似的。”而你对此只是轻轻耸了耸肩，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总之你记住，能当我的老师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福气绝对是天大的福气。赵海鹏欣喜若狂，紧接着他转身就跑到办公室角落，一把抄起一个硕大的哑铃，诺曼合金的杠铃足足900斤，你给老子接好！武者筑体9层，单手理应能举起900斤。赵海鹏说罢，手臂青筋暴起，猛地就将那杠铃朝你扔过来，你却只是右手随意探出，肩膀微微一沉，便将其稳稳抓住，随后竟然像玩玩具一样，在2手之间轻松抛接起来，还行是有点沉，不过还在承受范围之内。这一幕却看得赵海鹏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他想起了自己当年可是上大一才突破到第9层，而且当初也只是勉强举起，哪像你现在这般举重若轻。你小子之前绝对是一直卡在筑体8层的巅峰吧？妖孽，你这家伙绝对是真正的妖孽啊！听到他的惊叹，你心里也不由得暗自感慨，第一颗培元丹让你从6层飙到8层，结果这第2颗却只让你提升了1层，看来越往后升级需要的能量就越是庞大。你等着，我这就去找校长，你这样的天才绝不能被2流高校耽误，必须冲击1流高校。赵海鹏说着就要转身朝外走去，可就在他刚刚抬脚的瞬间，办公室的大门却被人从外面一脚猛地踹开。妈的，敢打老子的儿子，我倒要看看这个小王八蛋是不是长了3头6臂。随着一声怒骂，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大汉怒目圆睁地闯了进来，在他身后，校长马峰紧随其后，脸色尴尬无比，还不停地给赵海鹏使着眼色。那光头大汉扯过一把椅子，大马金刀地坐下，随后朝着门外吼了一嗓子：“滚进来！”门外脑袋被包得跟木乃伊似的王秉志一瘸一拐地挪了进来，结果在看见你的那一刻，他整个人忍不住狠狠地打了个哆嗦。没用的东西！光头不屑地骂了一句，随即下巴一抬：“给我指一下是谁打的你！”我不等王秉志开口，你便直接站了出来。这屋里就我一个学生，你还问这种废话，是脑子不好使还是眼睛不好使啊？光头显然没想到你见到他竟然还敢这么硬气，当场就愣住了。我去，你小子挺狂啊，一直都这么狂，娘胎里带的，改不了。你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直接就跟光头应对起来。校长马峰立刻恶狠狠地瞪向你，紧接着他又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看向光头：“王先生，您消消气，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说着他指着你解释道：“王秉志同学可是筑体7层的高手，他才6层，怎么可能打得过呢？”听到这话，王秉志赶忙跳出来反驳：“不对，陈江他一直都在隐藏修为，他其实是筑体8层。”马峰闻言惊讶地看向你，那微微弓着的腰板也不由得挺直几分。要知道筑体8层的高3学生，那可是学校第2梯队的金字招牌。可就在马校长还在琢磨着该怎么保下你的时候，旁边的赵海鹏却突然压低了声音，丢出一个重磅炸弹：“不是8层，是筑体9层。”啥？马校长瞬间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向你：“筑体9层真的假的？当着我的面刚突破的？”赵海鹏凑到他耳边低声说道：“据他说是揍王秉志的时候突然有了顿悟。”听到这里，马校长的脸上已经笑开了花，猛地一拍大腿：“打得好啊，这顿悟的也好啊！”马校长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直接把旁边的大光头给说懵了，随即就是脸色一沉：“打得好，马校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此时的马校长已经彻底站直了腰板，脸上哪还有半点谄媚？一个全凭自身天赋硬生生修炼上来的妖孽，就是他这个校长最闪耀的政绩。想到这里，马峰的腰杆瞬间挺得笔直，3步并作2步走到你面前，一巴掌拍在你的肩膀上：“好啊，真不愧是我悉心培养的好苗子，我从小就看出来你是快走武道的料。你一个混社会的双花红棍，却穿成了高武世界的怂包孤儿，更是被校花当众诬陷你摸他屁股，甚至要毁掉你的保送名额。然而你反手就将他扇成了猪头。”
就连他那筑体7层的舔狗男友待人寻仇，也被你当众一脚踩在脸上摩擦。此时全校都以为你只是隐藏修为扮猪吃老虎，然而只有你自己知道，身为帮派双花红棍的你，穿越到了一个高武世界，异兽入侵，全民修炼武道，而你觉醒了声望系统，只要获得声望就能得到系统奖励，从此走向人生巅峰。紧接着他头一转，对着赵海鹏发号施令：海鹏，你现在就带他去找胡主任，麻溜的把关系转到1班去，这还有不到3个月就高考，可不能让他在你们2班耽误了前程。听到这话，赵海鹏脸上堆着笑，连连点头应下，可你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早就把马蜂的祖宗18代都问候一遍，你这刚一显露锋芒，他就迫不及待的跑出来摘桃子，简直是个人才。赵海鹏心里骂着，脸上却笑呵呵的带着你往外走。你们俩这前脚刚迈出门，后脚就正好听到办公室里传来马蜂那中气十足的声音：打你儿子了怎么了？他就是该打就是欠揍。果然，不管在哪个世界，自身的价值才是唯一的硬通货。就因为你临阵突破到筑体9层，打人的事就这么被校长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随后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校园里疯传，你不仅把人给打了，还展露了自己筑体9层的恐怖实力。仅仅半天功夫，你就从一个无父无母的小透明摇身一变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可这种身份的转变，也让你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钉子肉中的刺。而你即将进入的高3一班，算上你总共也就20个学生，他们没有固定的教室，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一个交流群，其余时间全都在学校配备的独立修炼室里各自修行。要知道，对于这群学生来说，学校实在是没什么能教的。普通人在你这个年纪，修为最多也就筑体6、7层徘徊，能到8层的已经是资质逆天的存在，妥妥要被印在招生简章上。至于9层，那几乎清一色全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家族子弟，他们来学校纯粹就是为了混一个高武考试的名额，因此学校也乐得清闲，只负责为他们提供一个清静的修炼环境。就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小圈子，神秘小众，还带着一股子高高在上的精英范儿。然而你却像一块凭空出现的石头，猛地撕破这层壁垒，硬生生地闯进了这个圈子，可想而知接下来你将受到多大的关注。此时武道馆内，你皱着眉头打量着眼前这群所谓的一班同学，心想这应该就是群里头说的要给你办的欢迎仪式吧。可这仪式的气氛貌似不怎么友好啊，这些家伙看你的眼神怎么都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蔑视。沉默10几秒后，一个穿着花里胡哨的小胖子晃悠悠地走了出来：你就是陈江？对，我是陈江。那小胖子呵呵一笑，踱步到你面前：我叫10号，在班里实力排行第5，你刚来，有些规矩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讲一下。闻言你听得一愣，有些发懵地看向这个小胖子：你有没有一个外号叫慌？话落，10号满脸疑惑地看着你：什么慌？见他这副模样，你摆了摆手笑笑：没事儿，你不叫慌我就不慌，我主要是怕你待会儿来个独断万古，那就不好收场。行了，现在你可以说你的规矩。说罢，你活动了一下手腕，而10号则是脸上挂着一丝玩味的笑容：不是我的规矩，是咱们一班的规矩，但凡有新人加入，都得把自己修习的武道给大家展示展示，这也是为了取长补短，让大家相互研究学习嘛。听到这话，你心里当场就乐了，还相互研究学习，这不就是想摸你的底吗？想到这，你脸上立刻堆起人畜无害的笑容，张口就来：我练的就是学校发的大陆货功法，你们要是也想学，我可以跟校长打个招呼，给你们人手整一套教材。你这话一出口，在场所有人的眼神瞬间就变了，那怀疑的目光简直能把你身上戳出几个洞来。开什么国际玩笑，一个穷学生练学校的免费功法就能到9层。就在这时，10号那只胖手伸了过来，重重地拍在你的肩膀上：兄弟，你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咱们就是想跟你交流交流心得，你这么藏着掖着，是不是有点太小家子气？你面无表情的抬手，一把将他那只咸猪手从肩膀上扒拉开。行啊，既然是交流心得，那你先来耍一套你的看家本领，给大家开开眼，也让大伙都见识见识你这班级第5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怎么样？你这话一甩出去，10号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开什么玩笑，未来高考可是要真刀真枪干架的，谁会傻到提前亮出自己的底牌？你转手就把这口锅甩回他身上，他自然是100个不愿意接。于是他脸色一沉，语气也变得冰冷：陈江，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刚来一班就敢这么横，信不信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听完直接乐出声，上下扫了10号一拳，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就凭你，此时你话里的轻蔑连装都懒得装。这话一出，整个练武场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就在这时，一个叼着棒棒糖的瘦小眼镜男怪声怪气的开口：哟10号，这新人没瞧上你这个第5名啊。然而你却连看都懒得看他，只是轻轻一挥手：不，你可说错了，我不是瞧不上他一个，我是瞧不起在座的各位。不就是个破重点中学的尖子班吗？还真把自己当盘菜，居然还搞出个排名。瞧瞧你们一个个的在这儿凹造型，眼神跟探照灯似的，你可没工夫跟这群小屁孩玩过家家。对完众人，你扭头就准备走。可就在这时，10号的声音从你身后传来，阴沉的能滴出水：陈江，你一个新人未免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狂妄的资本。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他那肥胖的身躯竟然爆发出与体型完全不符的速度，瞬间就冲到你的身侧，一记崩拳直奔你的太阳穴。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你要狼狈躲闪的时候，谁知你不仅不退，反而猛地向前一窜，竟然直接撅起嘴，对着10号的脸就亲了过去。看着你飞速逼近的嘴唇，10号的头皮瞬间炸裂，求生欲在这一刻飙到顶点，他拼了老命的向后仰头，誓死也要捍卫自己的清白。转眼间你们俩就这么面对面站稳，你努起嘴隔空用力那么一左，10号脸上写满嫌恶，下意识就想往后躲，可他这半步刚退出去，猛然间就感觉两腿之间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10号张大嘴巴捂着要害，缓缓软倒在地，下一秒杀猪般的惨叫响彻整个武道馆。你好 baby， 而你这才慢悠悠的收回膝盖，眼神全是调侃：哎呀讨厌啊，哪有第一次见面就叫人家 baby 的？说完
你转头扫视那群呆若木鸡的同学，各位，还有谁想以切磋的名义来找茬的吗？我随时奉陪。这下全场鸦雀无声，那可是班级前5的高手啊，谁还敢上来找你的麻烦？再说了，你这招式也太损了，上来就撅嘴亲人，亲不到就直接抬膝盖顶裆，这纯粹就是街头小混混的流氓打法。就你这降维打击，谁还敢上前送人头？眼看这帮人都成了哑巴，你连个多余的眼神都懒得给，转身就走。说到底，跟这群小屁孩玩过家家，你实在是提不起半点兴趣。此刻你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搞到更多的声望值，毕竟系统商城里那些好东西可都得用那玩意儿来换。然而这个声望值到底是个什么获取机制，你却有点摸不着头脑。根据系统推测，这声望值8成得靠行侠仗义，于是你直接把目光锁定在校外那帮混混身上。二中门口常年盘踞着一伙小混混，他们的主营业务就是抢劫学生的淬体药液。这伙人的头外号龙哥，之前还抢到过你头上，要不是赵海鹏老师出面敲打，你早就被持续骚扰。而这伙人最爱扎堆的地方，就是2条街外那家虚拟现实游戏厅。你现在的学籍可是在一班，这里的学生享有高度自主权，所以你大摇大摆地走出校门，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直奔游戏厅。此时那个龙哥正戴着头盔玩得正嗨，你二话不说大步上前，直接坐在他旁边的机子上，顺手就把他脑袋上的头盔给扒了下来。谁他妈的找死啊！龙哥被人打断，火气瞬间就上来了。可当他看清你身上的校服，整个人却微微一愣。他们这帮街溜子可是有固定上班时间的，谁知今天这么反常，竟然有学生上课时间摸到这来。要知道二中的管理可是出了名的严格，你特么谁啊？随着龙哥这一嗓子，周围的小弟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你却理都懒得理，自顾自的伸手在他身上摸索，紧接着就从他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烟。我之前被你抢过，后来是我们赵海鹏老师跟你谈的，你熟练的给自己点上一根，大大咧咧的看着他。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以后别去我们二中门口抢淬体液了，这事你能答应我吗？龙哥被你这番操作搞得有些发愣，他盯着你手里的烟盒看了2秒，猛然间一把将烟盒抢过来，狠狠地砸在了你的脸上。我擦你，老子没去找你的茬，你小子竟然还敢主动送上门来，今天我要是不把你废了，你真当我龙哥是白混？谁知龙哥的话还没吼完，啪的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便狠狠地抽在他脸颊之上。你现在可是筑体9层，单手就有900斤的力道，这一巴掌更是卯足了全力抡出去，结果直接就把龙哥抽得原地起飞，直挺挺摔在冰冷的地板上。眼看自家老大吃了大亏，那几个小弟争先恐后上前搀扶。此时的龙哥左脸高高肿起，口鼻鲜血直流。小子，你他妈找死！几乎就在龙哥开口的瞬间，你的身影一闪已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后抬起一脚不偏不倚地蹬在他心口上，这一脚又快又狠，龙哥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门，重重摔在马路上。还不等他挣扎，你又顺手抓起一张游戏厅的椅子紧随而出，别再去二中抢淬体液了！砰，听到了没有？砰，回答我啊！砰！而那龙哥才扛了没几下，就立马蜷缩起身体，抱着脑袋开始求饶。我同意了，大哥，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骚扰二中的学生了，我全都听您的。丁，宿主阻止恶意欺凌行为，为二中学子创建一片干净的校园生活，声望值加300。随着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响起，你这才拎着沾血的椅子缓缓起身。然而就300的奖励，又让你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之前在学校里揍王秉志阻止校园霸凌，系统就给300声望，可那不过是学生间的小打小闹。你现在跑到校外来除恶，这事儿可比王秉志那点破事大多了。结果系统还是只给区300声望，难道是我搞错方向？就在你一屁股坐回椅子上，琢磨着赚积分的门道时，那个鼻青脸肿的龙哥小心翼翼凑了过来，他一边擦着嘴角的血沫子，一边在你旁边蹲下身子，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高级烟盒，麻利的弹开双手奉到你面前。同学来根好的。闻言你也没客气，随手抽出一根叼在嘴里。龙哥见状，紧接着掏出打火机凑上来给你点燃。这位同学，不是我说你，你年纪轻轻，这一身修为少说也到了筑体9层，大好的前程等着你奔赴呢。你不在学校好好钻研武道，竟然跑到这儿来揍我，你这行为很危险啊！二龙就这么蹲在你身边，下巴不断滴着鲜血，嘴里叨叨个停，但同时他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挨了你一连串大记忆恢复术，他总算想起你的身份。可在他记忆里，去年的你还只是个筑体6层的小透明，怎么才过了1年，就跟坐了火箭似的飙到筑体9层？这他妈是打了什么高端激素？而你则悠悠吐出一口烟圈，对着龙哥微微摆手，我也不是非要针对你们，过来揍你纯粹是为了攒点声望。听到这话，龙哥小心翼翼瞄了你一眼，表情更加迷惑起来。那您这就更没道理了。您想啊，您要攒声望，那也得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去做。您要是早点来找我亮个身份，我肯定带着小弟在二中门口给您列队欢迎，高喊大哥牛逼，那样您脸上多有光，我也不至于挨这顿揍，这牌面不就有了？听到这话，你的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你还是没整明白这破系统的声望值到底是个什么计算逻辑。行了，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现在立刻马上帮我想想，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实打实提高我的声望。龙哥闻言脸上露出一副比哭还难看的表情，蹲在地上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然后对着远处那帮小弟招手，都他娘的滚过来给我想，怎么才能帮这位同学增加声望扬名立万？那几个小混混一听，顿时扭扭捏捏的凑了过来，要不我们配合大哥您来一出英雄救美？你听完直接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我要的是能刷分的法子，不是让你们搁这儿演戏，得是干实事干真事。说白了，你是在找系统认可的办法赚声望，要是造假演戏都行，这系统未免也太弱智。你甚至还担心这种恶意刷分的行为，搞不好会触发系统的惩罚机制。就在这时，另一个小弟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同学老大既然想要扬名，那就该去做有益于人民的大事。现在咱们社会上谁的名声最大？不就是那些在兽潮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吗？所以只要您杀的兽足够多，带回足够多的材料，您肯定就能扬名立万，到时候声望必然是水涨船高啊！听到这番高论，龙哥抬手一巴掌就呼在那人的后脑勺上，你他娘的是想让咱们老大去兽族地穴里送死不成？打完兄弟，龙哥下一秒便换上谄媚的笑容看向你，老大这
小崽子胡说八道的，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可万万没想到，听到这话的你，竟然双眼放光，激动的不行。嘿，这主意不错啊！紧接着你一拍大腿，今年我正好满18岁，那什么兽族地穴还真没去过呢，正好趁这个机会去开开眼界。说着，你的脑海里浮现出关于兽族地穴的信息，那地方可是兽潮爆发的根源。为此，联邦市府极力鼓励年满18岁的成年武者进入地穴探索，并且高价收购任何兽族材料和情报。就这样一个极其庞大的自由职业群体应运而生，地穴猎人。想到这里，你迫不及待地问向龙哥：“离咱们江城最近的地穴在哪？”龙哥闻言，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傻愣愣地看着你：“老大，您来真的啊？先去试试水，要是真能长声望，少不了你们的好处。”随着思绪深入，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记忆涌入你的脑海。兽族是2000年前凭空冒出来的怪物，他们没有文明，没有规律，仿佛就是为战斗和杀戮而生。在这漫长的2000年里，人类险些被团灭10几次，也正是在这无尽的战斗中，人类才终于摸索出强化自身的武道。偏偏天资和资源的短缺，导致绝大多数人都被死拦在最初级的筑体期。这种修为，面对最低级的兽族都可能当场去世。但这个世界上从不缺少天才。1000年前，一个名为机巧的流派开始研制各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从弩箭到炸药，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硬生生走出了一条新的分支。科学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整个世界格局，从蒸汽机到计算机，从黑火药到巡航导弹，短短1000年，人类就消除了国家概念，融合成联邦市府。为此，联邦甚至开启大宇宙时代，不断进行地外探索。可让人绝望的是，联邦探索到的所有宜居星球，竟然全都有兽族的踪迹。人类也曾尝试毁灭性打击，结果兽族是杀光了，可那颗星球也跟着一起陪葬。这下人类的出路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武道之上。这股庞大的记忆洪流在你脑海中翻腾，你一时间竟有些出神。你万万没想到，这个异世界的人类竟然已经开启了星际探索。想当初在地球，大家还在为登个月球费尽心思，果然只有共同的敌人才能让全人类真正凝聚在一起。于是你忍不住暗骂一句：这世界也真够操蛋的。随后在摩托车上，你看着两侧豆腐块般的白色楼房，这里是江海市远郊，却看不到任何田野，取而代之的竟是一栋栋全自动化的种植模块。于是你看着前面的二龙，好奇地问道：现在的生活这么好，你们干嘛非得出来当小混混？没想到你这个问题一出，空气仿佛凝固，二龙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再次开口，声音里透着无尽的疲惫：还能为啥？虎口被大哥。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里满是苦涩：我们这点三脚猫的修为去当地穴猎人，怕是活不过1个礼拜。可要是想去参加星际探索军，人家最低门槛都得是玄阶高手。你说除了当个小混混，我们还能干点啥？此时你从后视镜里只能看到他漆黑的头盔，却能清晰感受到那份深深的无奈。于是你又问了起来：怎么不做点小生意？只见二龙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苦笑一声：大哥您是没下过社会，不知道这社会的操蛋啊！我们10几个兄弟把兜里钢镚儿全都掏干净，怕是都凑不出1万块钱，哪来的本钱？我们这种人饿又饿不死，富也富不起来，每天一睁眼就是混吃等死，能吃饱有个地方睡，我们就已经谢天谢地。这下你彻底沉默了。二龙话里竟透着心酸，难道混子就一定是不思进取的废物吗？根本不是，是大多数人压根就不了解这其中的无奈。你当初不也是这样吗？拼了命的往上爬，不就是想出人头地，想让所有人都看看你陈江可以？这就是底层人的悲哀，除了自己这条不值钱的贱命，真就什么都没有。就在这时，二龙的声音将你从思绪中拉了回来：大哥到了。摩托车猛地停在一处检查站下面，而你抬头向前望去，一座高达100米的钢筋混凝土城墙，压迫感十足。路边牌子上醒目的红色油漆画着一个大大的禁行标志，前方军事禁区，再据禁止通行。所以这里就是江海市地穴的出入口。紧接着关于地穴和兽族的详细信息在你脑海中浮现。联邦市府将兽族按照危险系数从低到高分为1到9级，恰好对应着人类武者从低到高的9个修为境界：筑体、黄玄地天、荒洪咒语。与此同时，地穴出入口也根据危害程度分为 F 到 SSS 9个等级。江海市这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地级地穴。就在这时，二龙扭过头，语气里充满了不确定：老大，您真的要进去啊？闻言你却没有回答他，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仿佛要吞噬一切的巨大闸门。下一秒你突然开口：二龙，你的那些小弟已经把我砸你场子的事儿报告给那条街的地头蛇了吧？听到这话，二龙的身体明显一僵：老大您这是哪里的话？我们哪敢啊！而你缓缓转过头看向他，目光锐利的仿佛能穿透一切。你说的混混的生存之道我很理解，但我要告诉你，真正的狠角色是不会去欺负弱者的。说着你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给你个机会，等我从里面出来，你跟我混，我会让你明白，即便是混子也可以挺直腰板做人。丢下这番话，你不再犹豫，转身向地穴堡垒走去。而二龙则呆呆地愣在原地，喃喃自语：这他妈的真的只是个学生吗？而后你走进检查站，摸出身份磁卡递了过去。安检窗口传来一个毫无感情的电子音：陈江，筑体6层，学生，请谨慎确认。工作人员则是皱着眉头看着你：你是学生？小老弟，你搞没搞清楚，这可是地穴堡垒。他以为你走错了路，还给你指了个方向，想参观往左边走2公里就是地穴博物馆。闻言你却只是平静地收回磁卡，语气淡然地打断他：我知道，我就是来进地穴的。这话一出，那女孩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进地穴？你是跟猎人团队一起来的吗？没团队，就我一个。你知道有钱有势的大佬会雇佣顶尖
间猎人团队带自家孩子来见识血与火，可问题是那些少爷小姐们哪个不是前呼后拥？可你呢？穿着一身校服，两手空空就敢闯地穴堡垒，你这种愣头青简直是凤毛麟角，纯纯的显眼包。果然，听到你的回答，那女孩脸上的表情瞬间凝重，盯着你一字一顿的警告道：“小弟弟，进地穴可不是过家家，里面没监控，死了都没人救你。一旦踏进去，你的小命就不归你自己管。”此时，你迎着他关切的目光，再一次拿出自己的身份磁卡，直接亮在他面前。我今年满18岁了，有权自由进入地穴。我很感谢你的提醒，我知道因为我的学生身份，必须给你录一段免责声明，对吧？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见你如此坚持，那小姐姐也只好无奈点头。就这样，你们迅速录完免责视频，你这才终于被放行。就在你转身时，他还在身后大声提醒着你：进门后就有战斗器械商店，千万别省钱。那个战术识别眼镜能认出上百种兽族，关键时刻能保命，一定要买。听到这话，你头也没回，只是随意的扬了扬手，接着便大步流星走进了那座几十米高的巨大城门。这里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战争堡垒，整座城池顺着山势拔地而起，四周高墙之上，一门门狰狞可怖的剑炮已经荷枪实弹，炮口齐刷刷的瞄准着中心区域。这玩意1分钟能射出15000发子弹，一旦地穴里爆发兽潮，足以将中型以下的任何兽潮都给压回去。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在整个堡垒的城墙内部驻扎的正是江海市最精锐的武者部队，因为一旦兽潮超出极限，堡垒就会彻底封死，外面的火力封锁天空，里面的驻军就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硬抗兽族，为外面的人们争取宝贵的逃离时间。而后你径直来到武器装备店，站在柜台外，对着里面那个正打瞌睡的营业员喊道：“要一个战术眼镜。”营业员听到生意上门，一个机灵就凑上前来，可当他看清你那张稚气的脸时，整个人却微微一愣。刚才是你要买战术眼镜？对，那人狐疑的打量你2眼，但最终还是拿起磁卡在机器上刷了一下，3000联邦币支付成功，谢谢惠顾。听到这个数字，你表面上依旧不动声色，可心里却忍不住咯噔一下，差点 emo 了。身为英烈子女，你1个月补助也才800块，这卡里的钱还是校长奖励你的奖学金，总共也就3100多块，这一下就花掉3000，直接把你这不富裕的家底给彻底掏空了。你以为豁出命去当地穴猎人就能换钱，没想到这他娘的竟然还有门槛。于是你将那副战术眼镜稳稳架在鼻梁上，下一秒淡黄色镜片瞬间刷出一道道数据流，夜视红外成像甚至内置了3维地图，这下你就能实时掌握自己的坐标。毫无疑问，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穴，这就是你的救命稻草。万一撞上兽潮或者碰上高等级兽族，倘若你不知道路线瞎跑，分分钟就能让你找不到北。到那时候，就算是天级大佬被堵进死胡同，也得被活活堆死。就在这时，店铺老板懒洋洋地问了一嘴：“开了吗？”闻言你头也不抬：“开了。”紧接着老板摸出一个遥控器，随手一按，柜台上方凭空出现一片光幕，一个栩栩如生的兽族3D 图像赫然呈现。几乎就在图像浮现的瞬间，你戴着的眼镜发出轻微警报：一级兽族獠牙犬，弱点腰部獠牙带毒。眼镜自带的语音播报语速飞快，每个字却又咬得异常清晰。这些信息竟然跟你当初在课本里死记硬背的一模一样。见状，店老板得意洋洋地看着你，怎么样，是不是物超所值？而你却随手关掉功能，皱起了眉头。地图还行，但这个兽族鉴别太鸡肋了，我在学校早就被烂了。谁知你话音刚落，旁边就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小兄弟，你这话可就有点外行了。”你猛地转过头，便看到一个刀疤脸壮汉正大步流星地朝你走来。他一边说一边不轻不重地拍了拍你的肩膀。兽族图谱谁没背过？可真到了地穴里，几十上百只兽族呼你熊脸的时候，你的脑子就是一团浆糊。就算这只小小的獠牙犬扑过来，你也会下意识砸他脑门而不是他的腰。可这副眼镜偏偏就能在你大脑宕机的时候给你最精准的判断。所以说这玩意儿就是你在地穴里的第2条命。那男人说完，紧接着就趴在柜台上：“你这小家伙，一个人下地穴胆子不小，但也太危险了。要是信得过哥们儿，待会儿可以跟我们组队。”说着，男人抬手朝远处招了招：“我们接的任务危险性不高，足够让你这菜鸟开开眼。”听到这话，你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只见对面武器店里正有3个人在补充弹药，高爆弹、破甲弹、外置装甲。你只扫了一眼，心里便有了判断。书本上写的明明白白，地穴猎人分为2种，第一类是纯粹的武者，凭一身强横的武力斩杀兽族，这帮家伙个个都是狠茬子，是真正的杀批，高级的地穴资源也都被这群人牢牢攥在手里。而第2种就是眼前这个8脸大汉这种，虽然也练了点武道，但你这种人终究得靠热武器和科技装备撑场面。你们普遍修为不高，所以特喜欢抱团取暖，可不管是燃烧弹还是高爆弹，一炸过去兽族是死了，值钱的玩意儿也全毁了。所以你直接回绝了8脸男人的邀请，不必了，我习惯一个人。8脸闻言上下打量着你身上的校服，嗤笑一声：“行，算我多管闲事。你连战术眼镜都是现买的，但愿你真有本事一个人应付那帮畜生。”说完他转身就走，眼瞅着8脸一伙人离开，店主这才收起了仪器，凑过来压低声音：“小子，看在你花大价钱的份上，我免费送你个忠告，记住了，在地穴里，兽族从来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可怕的永远是人。”你听到这话，下意识地侧过头，看向自己的肩膀，就在校服的针脚处，一个米粒大小的异物正粘在那里。你只是冷笑一声：“多谢老板提醒，不过我觉得我也挺可怕的。”撂下这句话，你转身就走，留下身后一脸错愕的店老板。紧接着，你戴着战术眼镜，径直走向地穴堡垒的最中心。那入口巨大无比，黑漆漆的，像一张择人而噬的巨口。陈江，你是英烈之后，有权申请 B 站。说罢，一个军人递还你的身份磁卡，严肃的再次确认，你却接过磁卡，用力点头。
清楚，我父母就死在上一次受潮里，我苦练武道这么多年，总得亲眼去看看那个夺走我双亲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鬼样子。军士听到你的话，身体猛然站得笔直，向你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下去之后多加小心，7层以内相对安全。他麻利地将一根牵引绳系在你腰间，想上来按一下开关就行。你对他微微点头，随即迈向那深邃的入口。下一秒，你纵身一跃，带着牵引绳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可你不知道的是，就在你正对面的高处，那个刀疤脸正拨弄着自己的眼镜。那小子下去了，一个能随手花3000联盟币买顶配眼镜的肥羊，绑了他肯定能榨出不少油水。话落，旁边的女人也将牵引绳系在腰上。这单干完去哪儿？刀疤脸咧嘴一笑，回道：老规矩，不做计划。事成之后直接离开江海。话落，刀疤男也纵身一跃，其余3个同伴紧随其后，瞬间便被黑暗吞噬。与此同时，置身于黑暗中的你立刻开启了战术眼镜，眨眼之间，眼前的漆黑便被一片浅绿色取代。你甚至能清晰看见墙壁上一闪而过的贴壁兽族。整个下降过程持续了10几秒，你才终于感觉到腰间的牵引绳传来一股拉扯力。原来这牵引绳的独立处理单元会根据你的体重自动计算出释放的最大长度。你立刻运气凝神，快速调整身形，绳索猛地绷紧，一股剧痛从肩膀和腰间传来。你强忍着不适，伸手按住释放机关，再次下落。这一次不过10米左右，这点高度对你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你稳稳落地，还没来得及起身，眼镜却发出尖锐警报，检测到1级兽族毒刺蜘蛛，弱点在下腹部。你闻声立刻向前望去，只见一只半人多高的巨大蜘蛛正飞快地朝你冲来。1级兽族你根本没放在眼里，右手猛地一探，一把锋利的黑刀凭空出现，紧接着脚下发力，整个人如炮弹般直奔那毒刺蜘蛛而去。一人一兽瞬间撞在一起，毒刺蜘蛛挥舞着锋利的猪毛直刺你的心口，可你手中的长刀却后发先至，一刀横斩而过，咔嚓一声，猪毛应声而断。你与毒刺蜘蛛交错而过，那蜘蛛则重重地撞在你身后的岩壁上。此时你看着地上被一刀两断的蜘蛛脑袋，简直乐开了花。我擦，系统送的刀竟然这么猛！这把黑刀正是你来地穴的真正目的。毒刺蜘蛛的猪毛硬度堪比刚才，却被你跟切豆腐似的干脆利落。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斩杀1级兽族1只奖励3点声望值。听完你咧开嘴笑了，这要是来个小规模兽群，那不得爽上天。可你正美滋滋地幻想着，战术眼镜又传来了新的提示，检测到有人员快速靠近。你立刻环顾四周，猛地抬头向上看去，开启红外热成像监测模式。瞬间，4道人形光点先后降落在地穴对面，与你相隔几十米，遥遥相望。哟，小兄弟真巧啊，又见面了。八脸活动着筋骨，对着你招手喊着，你却嘴角微微勾起，巧个屁，这鬼地方还有第2个门。你这话直接把八脸男给噎得够呛，他身后的女人则抄起长枪，红外瞄准的光点死死锁定了你的胸口。小朋友，你这张嘴这么欠，可是要吃大亏的。就在这时，你们所有人的眼镜竟然同时再次报警，检测到有人员快速靠近。你们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抬头向上看去，在红外模式下，10几个由光斑组成的人形正从上方飞速下落。你见状不再停留，身形一闪，钻进了旁边的地穴分岔口。追！女人低喝一声，却被刀疤脸拦下。急什么？她身上挂着定位器，跑不掉的。等人少了再动手也不迟。话落，那10几道身影稳稳落地，枪口若有若无地对准了刀疤脸4人。刀疤脸他们也不生气，只是提着武器大步走到那死去的毒刺蜘蛛旁边。那疤脸捡起被你斩断的猪毛，这么锋利的武器，咱们可能真找对人了。与此同时，你已在地穴中飞速穿行，仅仅10几分钟便抵达了地穴 B3层的深度。可这10几分钟跑下来，你却有点不耐烦了，这也太他娘的安全了吧？你可是来刷分的，结果除了洞口那只蜘蛛，连根毛都没见着。一人一兽瞬间撞在一起，毒刺蜘蛛挥舞着锋利的猪毛直刺你的心口，可你手中的长刀却后发先至，一刀横斩而过，咔嚓一声，猪毛应声而断。你与毒刺蜘蛛交错而过，那蜘蛛则重重地撞在你身后的岩壁上。此时你看着地上被一刀两断的蜘蛛脑袋，简直乐开了花。我擦，系统送的刀竟然这么猛！这把黑刀正是你来地穴的真正目的。毒刺蜘蛛的猪毛硬度堪比刚才，却被你跟切豆腐似的干脆利落。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斩杀1级兽族1只奖励3点声望值。听完你咧开嘴笑了，这要是来个小规模兽群，那不得爽上天。可你正美滋滋地幻想着，战术眼镜又传来了新的提示，检测到有人员快速靠近。你立刻环顾四周，猛地抬头向上看去，开启红外热成像监测模式。瞬间，4道人形光点先后降落在地穴对面，与你相隔几十米，遥遥相望。哟，小兄弟真巧啊，又见面了。八脸活动着筋骨，对着你招手喊着，你却嘴角微微勾起，巧个屁，这鬼地方还有第2个门。你这话直接把八脸男给噎得够呛，他身后的女人则抄起长枪，红外瞄准的光点死死锁定了你的胸口。小朋友，你这张嘴这么欠，可是要吃大亏的。就在这时，你们所有人的眼镜竟然同时再次报警，检测到有人员快速靠近。你们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抬头向上看去，在红外模式下，10几个由光斑组成的人形正从上方飞速下落。你见状不再停留，身形一闪，钻进了旁边的地穴分岔口。追！女人低喝一声，却被刀疤脸拦下。急什么？她身上挂着定位器，跑不掉的。等人少了再动手也不迟。话落，那10几道身影稳稳落地，枪口若有若无地对准了刀疤脸4人。刀疤脸他们也不生气，只是提着武器大步走到那死去的毒刺蜘蛛旁边。那疤脸捡起被你斩断的猪毛，这么锋利的武器，咱们可能真找对人了。与此同时，你已在地穴中飞速穿行，仅仅10几分钟便抵达了地穴 B3层的深度。可这10几分钟跑下来，你却有点不耐烦了，这也太他娘的安全了吧？你可是来刷分的，结果除了洞口那只蜘蛛，连根毛都没见着。
课本上不是说地穴里危机四伏吗？骗人的吧？这么想着，你低头看了看右肩上的定位仪，在夜视功能下，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格外刺眼。随即打定主意下到 B7层以下去看看。你对着战术眼镜下达指令，一个绿色箭头瞬间出现，你没有丝毫犹豫，跟着指引一头扎进了更深的地穴。然而在你离开后不到1分钟，4道身影带着粗重的喘息从上方落下。妈的，这小子又往下跑了！一个瘦高个掌心浮现出3维地图，一个小红点正在他们斜下方。那小子已经到 B5层了。八连冷声说道：“必须尽快截住他。第7层有不少雇佣兵，到时候人多眼杂，变数太多。”就在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小瘦子站了出来：“我速度快，我去截住他，你们尽快跟上。”说着，那小瘦子取下肋骨两侧的护甲，扔在地上踩了上去。一阵机械声响起，护甲弹出机关，将他的双脚紧紧包裹，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双类似旱冰鞋的古怪玩意儿。那小子有点邪门，你们可得快点跟上。小瘦子交代一句，背后的背包猛地喷出蓝色火焰，整个人直接被推进了前方的洞穴。八脸见此呵呵一笑，这下那小子跑不掉了，咱们也跟上。与此同时 ，B6层，你脱下校服披在一块石刺上，转身藏在了阴影里。从 B5层开始，你就开启了波纹侦察模式，一直能听到身后洞穴里有异响传来。你接连换了好几个方向，可那声音却如影随形。你心里明白，自己这是被刀疤脸那伙人给盯上了。果然，就在你刚刚藏好的时候，头顶上方一道蓝色火焰便呼啸而至。20米外，小瘦子稳稳落地，他咧着嘴看向你藏身的方向。小子，我们也有战术眼镜，你的红外影像躲在那石头后面，可是相当扎眼啊。听到这话，你只能无奈地从石刺后走了出来，挑了挑眉，就你一个，你确定能搞定我？只见瘦子伸手从腰间摸出一颗手雷，我用不着抓住你，只需要拖住你就行了。说着，他一把拉掉保险，像滚保龄球一样将手雷朝着你滚了过来。而你看着滚来的手雷，目光微微一凝，闪光弹，这根本不会造成物理伤害。这家伙想废了你的眼睛。战术眼镜的夜视功能会放大光源，强光会让影像模块瞬间死机，一旦失去视野，在这地下你就只能任人宰割。但是你转念一想，对面的瘦子肯定会提前关闭夜视功能，那就抢他的。几乎是在看清手雷的瞬间，你便不退反进，大步向前冲去。新手大礼包的5G 8步赶蝉发动，以你筑基期淬炼过的肉身，一步一丈，身形快如炮弹，8丈之内一息便至。只要被你近身，就是狂风暴雨般的攻击。随着一道尖锐的声波炸响，强烈的白光瞬间绽放，哪怕你紧闭着双眼，眼前依旧白茫茫一片，可手上传来的沉重力道却让你咧开了嘴角。抓到你了！你双手紧握刀柄，用力一反，一阵带着腥气的温热血雾猛地喷洒在你脸上，随后猛地睁开眼，眼前却仍旧一片漆黑。战术眼镜彻底报废。瘦子双手死死攥着你的刀柄，声音无比惊讶：“不可能！八脸亲眼看你过的安检站，筑基6层怎么可能有这种速度？”此时你耳朵里满是嗡鸣声，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索性长刀一横，直接将瘦子的胸膛整个切开。接着你摸黑摘下他的战术眼镜戴在自己头上，这才看清了洞穴里的情况。在看着他那一身精良的装备后，微微皱眉。还好你赌对了，那个瘦子在扔出闪光弹后，不仅关闭了眼镜，甚至还闭上了眼睛。他做梦也想不到，你不是转身逃跑，而是提着刀笔直地朝他冲了过来。就在这时，耳麦中八脸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吴起，你的定位和那小子重合了，拖住人了吗？”闻言你顿时一愣，原来这4个人的战术眼镜是互通的，那正好省事了。你立刻打开地图，只见3个光点正在你的正上方快速靠近。此刻你心里冷笑不已，你们怎么玩我，我就怎么还给你们。你从瘦子的尸体上又摸出一颗闪光弹，死死盯着地图上的3个光点。3、2、1，就在你关闭眼镜的瞬间，3道身影从上方轰然落下。有诈，小心！上方洞口，八脸和那个女人几乎是同时嘶声力竭地喊了出来。可一切都太晚了，刺目的爆闪和尖锐的声响同时炸开，一瞬间剥夺了他们的视觉和听觉，他们的战术眼镜瞬间报废，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彻底变成了瞎子。而你却不紧不慢地按开了战术眼镜的开关。别过来！那个女人惊恐地跌坐在地，对着周围疯狂地扣动扳机，子弹胡乱扫射，竟然直接将旁边的八脸打得翻倒在地。你则像个优雅的猎手，闲庭信步般地走到女人身后，趁她换弹匣的空档，手起刀落，一刀封喉。紧接着你捡起女人的长枪，瞄准了洞口正摸索着想逃命的瘦高个。砰！枪声响起，瘦高个的肩膀应声炸开一团血花，惨叫着摔了下来。不是我要干的，都是八脸逼我的。瘦高个瞎着眼，扯着嗓子大声求饶，你却没有任何废话，太刀直接刺入对方的心口，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他的性命。短短不到3分钟，你便连杀3人。穿越前你可是帮派里最能打的双花红棍，过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别说3条人命，就是再多你的心跳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而后你大步上前，看着仅剩的刀疤脸，抬手一刀精准地刺进了他的腰椎。刀疤脸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挣扎着抽出手枪还击，却被你一脚踩碎了手腕。你杀了我，小崽子，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刀疤脸被钉在地上疯狂咆哮，你却悠哉地坐在旁边，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点燃，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听力恢复。一根烟抽完，你伸手一把揪住了刀疤脸的头发，别装了，我能看清你，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在我身上放定位器？疤脸吃痛，咬着牙嘶吼起来，老子凭什么告诉你？有种就杀了老子！闻言你呵呵一笑，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这样我找只老鼠塞进你的裤裆里，你要是能挺住，咱们慢慢玩，我的招数多着呢。说着你伸手就去解他的鞋带，准备绑他的裤腿。疤脸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卧槽，你他妈到底是什么人？杀了我吧，我求你了！随后你冷笑着追问起来，为什么针对我？因为你穿着2中的校服。疤脸终于扛不住，全招了。原来这伙人专门干
干绑票生意，专挑那些学校特一班的学生下手，只要得手就能敲诈一大笔钱。钱到手之后呢，撕票，只有撕票才最安全，在地穴里动手谁也找不到证据。说完，他侧头看向你的方向，我有很多钱，你开个价买我的命。听到这话，你顿时来了兴趣，你能给我多少？300万。八脸立刻说道，这是我所有的钱，都给你。见状，你立刻伸手取出自己的身份磁卡，现在转钱，钱到账我放人。八脸面色一苦，只能咬牙说道，这里是地底没有信号，磁卡转不了账。然而他话还没说完，你就轻声开口，联邦虚拟数字法规定，虚拟货币具有独立代码，无信号下依然可以代码交易。你要是感兴趣，我现在就能给你背一遍。300万买你的命，到底买不买？此时的八脸目瞪口呆，一个武道班的学生，没事去背联邦虚拟货币法，眼看糊弄不过去，他也只能认栽买。但你必须立下武道誓言，保证收钱不杀我。武道誓言是武者不敢违背的铁律，更是突破天级时的心魔阻碍。而你却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转账得知道你的名字和身份 ID， 你叫什么？陈江，身份 ID MXHXLJ23184952。说着，你拿出磁卡抵上去，随口报出信息。八脸也不再犹豫，立刻开始操作转账。他以为能留下把柄，以后再想办法追回这笔钱。陈江说话算话，300万给你了，买我的命。话落，你死死盯着磁卡上300万的到账信息，强行压抑住内心的狂喜。300万啊，上辈子你当双花红棍都没攒下这么多。我说话算话，不会杀你。你笑呵呵地说着，下一秒却伸手拔出战刀，干脆利落地将八脸的脑袋削了下来。武道誓言不过是在突破天级修为的时候问新官的屏障而已，现在自己身负系统，如果连问新官都过不去的话，那这系统就太垃圾了。叮，全歼绑架团伙弘扬浩然正气，声望加1000。脑海中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让你微微一愣，我擦这样也行。你惊讶于这意外之喜，手上动作却丝毫不慢，果断开始发死人财。前后不过10几分钟，你就从穷学生摇身一变成了武装到牙齿的装甲战士。你把所有能用的装备全都扒下来，扔进了系统空间，然后你将尸体堆到一起，用燃料点燃。就在这时，战术眼镜传来警报，警报，上方有人员快速接近。你闻言不再停留，转身钻进一处洞穴，迅速向地面返回。而就在你离开后不久，一道道身影从上方落下，举着武器高度戒备。那4个人的信号就是在这里消失的。我们好像来晚了。听到这话，站在最中心的一个女人冷哼一声，都看清楚了，这就是过分依赖科技设备的下场。所有人回去后都给我加练，目标必期不杀够300个1级兽族，谁也别想离开。出发。与此同时，你已经根据战术眼镜的路线返回了 B1层的地穴平台。你走到岩壁边缘，连接好牵引绳，按下了返回按钮。不到半分钟，你便再次回到地面。有大量信息正在同步，请暂时不要使用磁卡。2张身份磁卡同时传来提示音，紧接着磁卡信息同步成功。你听着提示音，从口袋里取出八脸的磁卡，用力掰断扔进垃圾桶。随后你直奔那家卖战术眼镜的店面。老板，你这里也回收装备吧。老板正打着瞌睡，一听到生意上门，立刻精神抖擞起来。而你伸手将3副还染着血的护甲重重地扔在柜台上。老板见状顿时来了精神，这种刚杀人越货得来的东西他见多了。你这战甲有发票。他按惯例套话压价，话才刚开头，眼神却猛地一凝。是你。他认出来了，这不就是2个小时前被他忽悠的那个高中生吗？他清楚记得当时你已经被八脸一伙人盯上，现在看来八脸那4个人怕是已经折在下面了，他们4个都被你解决了。老板不敢相信的脱口而出，而你则是微微皱眉。老板，你收货还得打听这么多事儿吗？老板闻言立刻意识到自己失言，连忙道歉起来。抱歉，是我多嘴了，我们收装备从来不问来路。见他不再多话，你也开始不断从系统空间里往外掏东西。我这还有把长枪、喷火器、燃烧弹。你一边说一边将战利品一件件拿出来，堆在柜台上。片刻功夫，就连你身上穿着的装甲都脱下来摆了上去，堆成一座小山。武器店老板彻底看懵了，这小子人畜无害，下手怎么这么狠？这是把人从头到脚都扒干净了。收不收？收。老板立刻开始清点估价。20多分钟后，他给你开出了33万的价格，这个价钱相当良心，不是他不想赚钱，而是他不敢。之前的你是个狂妄的学生，现在的你在他眼里已经变成一个专门利用学生身份钓鱼的狠角色，反杀一个不够，还把人扒个精光。他甚至怀疑你的身后必然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在运作，否则怎么可能前后不到2小时就把八脸那伙人吃干抹净？而你此时心中也有自己的盘算，八脸的团队是不是只有这4个人？武器上到底还有没有别的定位器？对方会不会顺着线索追踪到自己？这就是你把所有装备全部清理掉，一件不留的根本原因。你们2个怀心思的完成交易，钱货2清后，你转身就走。可就在离开壁垒时，你再次看见了那个检查站的小姐姐。那小姐姐见到你还开心的对你招手，你却只是远远对她点了点头。虽然这个女孩让你买战术眼镜，变相救了你一命，可八脸也说过，她是从检查站就开始盯上你的，谁又能100%肯定这个女孩就不是八脸团队的一员呢？出了基地，你叫了辆无人出租车直接回到学校，谁知刚走到宿舍楼下，你便看见校长马峰已经等在那里。校长，你在这儿干嘛呢？还能干嘛？等你呗。说着，马峰没好气的白了你一眼，你小子白天刚暴揍白明星，我这儿还没给你擦干净屁股，你可倒好。转头又跑去一班把10号给揍了。你这孩子以前不是挺老实本分的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霸道了？闻言，你只是无所谓的摆摆手，脸上挂满不以为然。10号带人堵我，非要我露2手，你这个当校长的不会连这点门道都看不出来吧？他欺负我时你屁都不放，现在我揍了他，你反倒跳出来撑腰，咋的？你这是收他家钱了？话落，周围路过的学生瞬间被吸引，目光齐刷刷投向你们。马峰脸色一变，猛地伸出手一把捂住你的嘴，可不敢胡说，我为人师表，从不搞那一套。而你却毫不客气的一把拍开他的手，嗤笑一声，老马装什么外宾啊？那些大家族能不给你送礼？我之前可就亲眼看见过。此
此时你话还没说完，马峰脸色一沉，竟然抬手一拳就朝你的面门直冲而来，而你也是反应极快，单手格挡，身体借力翻转，双脚顺势上勾，直奔马峰的下巴。马峰见状，眉头微皱，左手闪电般下压，精准抓住你的脚踝，下一秒他就把你当成链球，随手甩向远处的绿化带。半空中，你强行调整身形，猛地一脚踹在碗口粗的枫树上，只听咔嚓一声，枫树应声断裂，而你则借着反作用力稳稳落在地上，随即掸了掸身上的灰，冲他大喊道：“老马，这就是你说的为人师表，玄阶修为偷袭一个筑体期学生，你要不要脸？”而马峰则是慢条斯理地挣了正领带，眼神里透着一股你还嫩点的意味。你是一般学生吗？一天连干3架，我再不修理你，天知道你还能捅出什么篓子。听到这话，你脑子迅速一转，王秉之10号还有校外的2龙，嘿，这老马可以啊，连校外的事都一清二楚。滚过来！老马突然板起脸冲你一声怒吼，你倒也不恼，反而拍拍裤脚，嬉皮笑脸的凑了过去。这种感觉让你有些恍惚，毕竟你筑体期6层的修为，在班里根本排不上号，可偏偏班主任还为你争取保送名额，背后自然少不了眼前这位校长的运作。刚才老马根本没下狠手，那一下充其量就等于老师象征性的踢了学生一脚屁股，所以尽管他话不多，你却能真切感受到他是真心为你好。回来了，回来了，可不能再踹了。你凑到老马身边，嘿嘿一笑，态度瞬间180度大转弯。只见老马抬手指了指身后的寝室楼，表情严肃起来。一般的学生大多住在高档小区，少数住宿的学校也给配了单独公寓。你现在就跟我过去，我正好有些事情要问你。你的东西实在不多，几件发白的衣服加上洗漱用品，收拾起来麻利得很。接下来马峰领着你来到公寓宿舍楼，直接在顶层给你安排了一个房间。他一边走一边介绍，这栋楼是学校给教职工准备的，8层以下住的全是老师，9层才是为你们这种特殊学生预留的。不过现在整个9层就住了你和林凡2个人。紧接着马峰指了指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林凡也是你们一班的学生，班里有个私下排名，就是10号跟你提过的那个，10号排第5，刚摸到筑体9层门槛。林凡第4，半年前就进入筑体9层。楚轩第3，1年前就是筑体9层大圆满。李长寿第2，1个月前刚突破到黄境。至于第1的卢月，那可是个狠人，高1就突破到黄境，如今恐怕已经是黄阶2阶。说到这的时候，马峰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得意，毕竟这些人可都是他的正经。与此同时，你随手将行李往床上一扔，心里开始盘算这些未来的对手：10号林凡、楚轩、李长寿、卢月。好家伙，这名字一听就是主角模板啊，怎么之前压根没听过？紧接着你大辣辣的在马峰对面坐下，随手摸出从刀疤脸那顺来的香烟，而马峰一看见烟盒，眉毛立马就挑了起来。大天九，你熟练的弹出一根叼在嘴里点燃，这才把烟盒递过去，嘴里还带着挑衅：“我可满18了，抽根烟不违反规定吧？”马峰接过烟盒也点上一根，一般的学生只要别太过火，学校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着他竟然极其自然的把剩下大半包烟揣进了自己口袋。哎，见状你瞬间就懵了，不是，这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明抢，老马你这动作还能再自然点吗？你正愣神的盯着他的口袋，谁知他屈指一弹，打火机竟化作一道黑影，直冲你的面门。你眼疾手快一把抓住，随即朝他投去一个大大的鄙视眼神。然而马峰却视若无睹，深深吸了一口，这才慢悠悠吐出烟圈。我算是发现了，以前真是小瞧你小子，这玩意儿300多联邦币一盒，你刚拿2000块奖学金，转头就抽这么贵的烟，比我都奢侈。300多联邦币一盒。听到这话，你赶忙猛吸一口手里的烟，细细品味那醇厚口感，还真是，这要不是抢来的，谁舍得这么抽啊？此时马峰的目光在你身上来回扫视，仿佛要看穿你。看你小子这熟练的样，绝对是个老烟枪，你不会是像隐藏修为一样，这几年一直在装可怜骗学校的补助吧？闻言你心头一跳，装？这还用装吗？这身体的原主之前是真穷到家了，1个月就800补助，就连上厕所的手指都得算计着用。可眼下你也只能咧嘴一笑，打个哈哈。我要是早知道一般待遇这么好，早就摊牌不装了。于是你巧妙的转移话题，老马你不是有事找我吗？到底啥事啊？赶紧的。马峰闻言一愣，随即坐直身体，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你打2龙的那个游戏厅，老板以前是我的学生，今天他把你动手的视频发给我，再加上学校里的那几段，我全都仔细对比过。我问你，你现在的武道修为究竟到了什么地步？闻言你迎上老马的目光，心里跟明镜似的，在他面前撒谎绝对是自讨苦吃。这家伙看着才30出头，可实际年龄早就奔着50去。之所以看着年轻，常年修习武道，体内灵力充盈，延缓了衰老，因此这种在教育系统里摸爬滚打20多年的老油条，想通过3段视频摸清你的底细，简直不要太简单。更重要的是，距离高考还有近3个月，这期间你肯定要设法提升修为，所以你现在要是随口敷衍，以后再有突破反而更引人怀疑。你深吸一口烟，大脑飞速运转，最终决定半真半假地摊牌。我的武道修为，其实在半年前就已经到了筑基9层大圆满。咔嚓，你话音刚落，一声清脆的碎裂声便传入耳中。你下意识低头看去，却见马峰坐着的椅子扶手竟然已经被他生生捏碎。老马，这椅子你得赔我一把新的。然而马峰随手扔掉手里的碎木块，目光却死死地盯着你。陈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此时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你要知道，一般排在前面的那几个，哪个不是用海量的修炼资源硬生生堆出来的？你刚入学那会儿，我和赵老师去过你家访，你舅舅把你所有的补助和修炼资源全都挪用到了你那个表弟身上，而且就算那些资源一分不少全给你用，也绝对不可能支撑你修炼到
到筑基9层，你到底还有什么是瞒着我的？听完这番话，你只是淡定地弹了弹烟灰。老马，你别忘了，午休的修炼可不光是靠那些培元丹补灵液来维持的，我们从小就开始修炼的那气法，可是能直接吸取天地之间游离的灵力为己用的。你说的是有理有据，谁知对面的马蜂一听这话，脸瞬间就黑了下来。陈江，你他妈爱说不说，但你犯不着拿这种话来糊弄我。说着，马蜂猛地将手里剩下的烟头摁死在烟灰缸里，语气也变得不善。要是搁300年前，你跟我说这个，老子或许还能信你几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全民修炼，蓝星的灵力资源早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就算是某些灵力浓郁的洞天福地，那也早就被各大门阀家族给瓜分干净了。你他妈的跟我说你是靠内气聚灵修炼的，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咋的？你这是爬山不小心掉下悬崖，碰到了世外高人传你绝世功法，还是说你一头扎进了千年灵泉里吸水拔毛了？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好吧？此时你看着老马那满脸我信你个鬼的表情，只是缓缓吐出一口烟雾，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反正理由我已经给你了，至于你信不信那就随你。眼看从你嘴里是撬不出什么实话了，马蜂也只能无奈的放弃。算了，我换个方式问你，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机会突破到黄阶？闻言，你毫不犹豫地迎上他的目光，语气里是藏不住的自信。机会很大。听到这俩字，马蜂的呼吸瞬间急促了些。什么时候？你将指尖的烟头在烟灰缸里用力摁灭，随即抬起头，斩钉截铁地吐出2个字。随时，马蜂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你。足足过了好几秒，良久，他终于忍不住对着你没好气地骂了一句：“你搁这儿跟我吹牛批呢？”紧接着，他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你要是真能在高考之前突破到黄境修为，老子豁出去了，给你表演个360度托马斯全旋喝啤酒。看着眼前这位年近半百的校长，竟然还跟你打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赌，你忍不住咧嘴笑起来。放心吧，老马，我保证给你考上个1等高5学府，到时候让你的老脸也跟着沾光，脸上贴足了金子。听到你这话，老马这才惬意地靠回椅子上，甚至还翘起了2郎腿。你小子要是真能突破，这酒我绝对喝。你却笑着调侃道：“你这话有歧义啊，万一你到时候耍赖怎么办？要不你还是发个武道誓言吧，这样比较保险。”马蜂闻言没好气地白了你一眼，我好歹也是为人师表，还能说话不算话。说罢，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起身就朝着门外走去。谁知快到门口时，他却突然停下脚步。对了，顺便提醒你一下，最后这段时间你最好少出学校大门。王秉之家里的事儿我已经帮你压下去，可那个10号他家里有点势力，你把他打成那个德行，他家里人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在这学校里面，一切我说了算，谁敢跑进来闹事，我就能捏死谁。可一旦出了这道校门，那我就真的管不了了。然而你依旧稳稳地坐在沙发上，脸上波澜不惊。我突破正好缺块磨刀石，他们要是真想不开来送死，我倒是十分乐意帮他们尝尝记性。马蜂走到门口，听到你这番话，脚步终究还是停了下来，转过头与你对视，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陈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没有真正成长起来之前，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收敛一些，别太嚣张了。藏风可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你应该多想想。说完，马蜂便关上了门，只留下你一个人漠然地看着门口的方向。而你低声自语，嘴角勾起一抹不羁的弧度。藏风要是不嚣张，那还叫年轻人吗？等到马蜂的身影彻底消失，你这才起身，将屋子里里外外都仔细检查了一遍，直到确定没有任何监视设备后，你才稍稍松了口气。你倒不是天生疑神疑鬼，实在是人心难测，不得不防。马蜂这个人表面看起亲切和善，似乎处处都在为你着想，可谁知道他心里到底打着什么算盘？万一他给你这间房子，就是为了偷偷安装摄像头，好窥探你修炼的秘密呢？毕竟前世看小说那种把徒弟当人形顶炉的桥段，你可没少见。因此，在这个陌生的世界，对任何人先防一手总是没错的。随后，你盘腿坐在客厅中间的地毯上，凝神静气，调整呼吸。为了以防万一，你决定暂时不做任何奇怪的举动，意识沉入系统空间，直接在商城里搜索起破镜丹。结果售价让你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1000声望值1颗。看完你忍不住疯狂吐槽起来：这狗系统是不是在我身上装监控了？知道我兜里就剩1000积分，搞得精准定价吧。之前你揍了2龙，好不容易得到300声望积分，可为了在地穴里多一分保障，你转手就用那300声望买了1颗培元丹，这才将自己的修为硬生生堆到了筑体9层大圆满。这么一来，你现在剩下的积分也就只有在地穴里斩杀刀疤脸小队后得到的那1000点。谁曾想现在一颗破镜丹竟然又让你瞬间回到解放前。好在那破镜丹的效果是真顶，刚被巨线画在你嘴里，你就感觉精神猛地一震，丹药顺着喉咙滑下，化作一道冰凉的细线直坠你的胃中。紧接着一股磅礴的药力被飞速吸收，瞬间朝着你的四肢百骸扩散而去。就在下一秒，你感觉周身的穴位就好似同时被成百上千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刺中一般，突如其来的剧痛让你毫无防备，一声惨叫瞬间冲破了你的喉咙。可这惨叫才刚刚脱口，你便猛地死死咬住了牙关。这倒不是因为你有多么硬气，而是那遍布周身的刺痛竟然在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那股磅礴的灵力更是沿着你的经脉疯狂运转，最终如百川归海般，一股脑全冲进了你的丹田气海。我操！你猛地蜷缩着身体倒在地上，双手死死捂住肚子，整个人就好像一只被扔上岸的大虾，不停地抽搐挣扎。此时此刻，在你的感知里，自己的肚子就跟个充了气的皮球似的，胀得好像随时都要爆炸。可你伸手去摸肚子，却平坦如常，根本没有任何异常。幸好原身是个学霸。此时你脑海里瞬间闪过书本上的知识，这正是筑体期突破黄阶的典型征兆。说白了，就是庞大的灵力瞬间回冲气海，硬生生把你的气海撑大的过程。从筑体期到地境，这种要命的痛苦，据说得经历整整3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折磨人，甚至不少人因为太疼而当场昏厥，导致灵力失控，根基被彻底废掉。但只要你能挺过这道坎，就能顺利突破到黄阶，从此踏入一片全新的天地，咬住已经被你揉成一团
团的地毯，就这么硬生生扛了足足10几分钟，那肚子上好似要炸开的剧痛，终于潮水般快速退去，而你也随之彻底瘫软在地毯上，宛如一滩烂泥。又过了足足半个小时，你这才终于缓过劲来，晃晃悠悠的翻身坐起，伸手摸了摸身上那件被汗水彻底浸透的校服，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丝无奈的苦笑。你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自己买的明明是破镜单，不是什么受罪单吧？为啥还要遭这份罪？这破系统就不能搞个无痛突破套餐吗？没想到你这个念头才刚刚冒出来，系统商城页面竟然自动弹了出来，一个金光闪闪的单药介绍占据了整个界面。顺心丹可助地阶以下修士瞬间完成突破，并完全稳固修为，售价3万声望值。看到这个数字，你只觉得一阵牙疼，这不纯纯的恶心人吗？此刻你只觉得腹中空虚无比，这并非饥饿感，而是因为丹田气海被撑大，灵力已经不足以将其填满所导致的错觉。你现在可没有多余的积分去换培元丹，不过好在自己还有钱，学校里就有补灵液卖，多买几瓶先喝下去顶一顶。这么想着，你扶着墙一步步挪到了门口，可你刚一推开门，却见到走廊对面的墙角竟然盘坐着一个身穿同款校服的干瘦男生。你们二人四目相对的瞬间，你的意识已经瞬间沟通了系统空间，随时准备拔刀动手。你是谁？对面盘坐的干瘦男生这才轻声开口，我叫林凡，我觉察到了你突破的灵力波动，所以自愿过来做你的护道人。所谓护道人，就是专门保护别人突破的人。你很清楚，这个现实世界并非跟小说里写的那样，一旦有人突破就会引发多么惊天动地的天地异象，熬过去之后就可以实力暴涨，立马就能出去大杀四方。就像老马说的那样，这个世界自有其一套运转规律，既然是全民修武的时代，那么修炼资源自然就成了那些顶尖大族垄断的目标。虽然如今的人类已经开启了对宇宙的探索，甚至发现了上百个宜居星球，并且对其中的34个星球成功进行了移民，可作为人类的母星，绝大多数人依然选择留在这颗蔚蓝的地球之上。超100亿的人口共同修炼，空气中那点可怜的灵力早就被吸干吃尽，连最基本的灵力都没有，还引发个屁的天地异象，因此对外无法求取，突破便只能由内向外。灵力反冲时溢散出的那点能量，就像一滴水落入滚烫的沙漠，根本掀不起半点波澜，而且突破时会消耗巨量灵力，一旦完成你就会立刻陷入极度的虚弱状态。那些家底雄厚的人倒还好，可以用各种药物及时补充，可即便如此也需要好几天才能稳固修为。这就好比给一辆破车换上强劲发动机，丹田被扩充后，你再给一脚油那就是弹射起步，丹田内的灵力会瞬间狂暴地冲击你的周身经脉，就算经脉也随之扩宽，可你手指脚趾的细小经脉却根本承受不住这股庞大灵力的冲击。在你完全适应之前，一旦动手，很可能因为力量失控而先伤到自己。因此很多人突破时都会选择绝对安全的地方，但这种方式有个致命缺点，一旦出事非死即残，所以大部分人突破时都会请信任的人守在旁边，而这种人就是林凡口中的护道人。从你开始突破到现在，已经趴了将近30分钟，而这整整30分钟，林凡就一直静静地坐在走廊里为你守着，哪怕你打开了门，他依然没有起身。你心里清楚，这个盘坐的姿势一旦动手会十分不便，看来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向你表明他没有恶意。此时你看着这个盘坐在地的男孩，他看起来17、18岁，身材消瘦，眼神忧郁又带着一丝桀骜，面容略显苍白。我知道你，老马说过你在一班排第4。林凡闻言眉头微微一皱，排名对我毫无意义，我们这些所谓的天才，在二中这样的学校，整个江海市就有30多个，就算是万中无一，在蓝星上没有100万也有80万。林凡自嘲一笑，接着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培元丹，你独自突破丹田正空虚吧，信得过我就把这个吃了。说罢，培元丹划过一道抛物线，稳稳落在你手中。你低头一看，竟然直接将丹药扔进嘴里，可就在闭嘴的瞬间，你却意念一动，直接把培元丹转移到系统空间。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见到你竟然想都不想就吞下丹药，林凡嘴角终于扬起一丝笑容，够胆气。而你靠在门边有些无奈地看着他，我说同学，你打算一直这么坐着说话吗？既然都当了我的护道人，那就算朋友了，进来坐着聊聊，再等会儿。闻言你靠在门框上，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有点中二的小孩，怎么还非得等我把培元丹的灵力全都吸收你才肯起来？不用这么小心，我已经相信你。不是？林凡眉头微皱地看着你，盘坐了半个多小时腿麻了。听完你直接傻眼，打死你也想不到林凡竟然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你心想这货都妈的站不起来，竟然还死撑着保持造型，这尼玛简直是必王之王啊！足足过了2、3分钟，林凡这才缓过劲来，随后他扶着墙一瘸一拐地进了你的公寓。你给他倒了杯水，二人这才攀谈起来。没想到林凡表面高冷，可一旦打开话匣子却十分健谈，再加上你的心理年龄远超于他，套话简直轻而易举。原来这个林凡是江海市林家的子弟，可他却不是什么正牌少爷，而是家主和一个女佣的私生子。他母亲难产而死，林家主母哪能容得下他，于是就打着为他好的名义，自小便将他送进住宿学校。你心里清楚，这就是流放。像林家这种大家族核心子弟都有私教，谁会老老实实上学？就这样整整12年，在资源和教资的双重碾压下，他这个私生子早就被远远甩在身后，再也看不到一丝翻身的希望。林凡，私生子，天赋顶呱呱，性格外冷内热傲娇款。你掰着手指头一算，忍不住一阵嘬牙花子。怎么了？林凡抿了口水，眉头随之一紧，而你长叹一口气，眼神复杂的看向他。没怎么，就是觉得你这家伙才是那个天命所归的主角。林凡显然没跟上你的脑回路，一脸迷茫，倒是有星探联系过我，但我知道那是林家主母想回我武道的阴谋。此时他正解释着，却被你伸手拦下。打住打住，不是那个意思，这事儿太复杂，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样咱们去外面搓一顿，我请客，就算感谢你为我护道，毕竟你刚突破，折腾半天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没想到林凡听到你的话后，竟然直接站起身来，我那边还有一些压缩饼干，我给你去拿。闻言你一脸错愕地看着林凡，不是吧兄弟，你吃那玩意儿干啥？林家给你的资源再少，也比一般家庭的孩子富有
有的多吧。林凡闻言却只是轻轻的摇了摇头，林家给我的确实很多，可我知道那些核心弟子得到的只会更多，所以我必须节省每一分钱，把他们全都砸在修炼上，这样才能缩小和他们之间的差距。因此我平常只吃最便宜的压缩干粮。听到林凡这番话，你整个人都绷不住了。这家伙不仅是个臂王，还是个卧薪尝胆的究极狠人，这特么不纯拿了主角剧本吗？你心里暗自嘀咕，这家伙要是以后不成大事，我陈江就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夜壶。于是你一把搂住林凡的肩膀，兄弟，从今往后这苦日子咱不过了，现在就跟哥走，哥带你去补腿。林凡低下头，视线落在你搭在他肩膀上的右手上，补什么腿？当然是哥这两条充满江湖豪情的大腿。说着你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兄弟，你为我护到腿都做妈了，我要是无动于衷，那我还是人吗？跟我走，去小吃街烤羊腿，必须整2条，好好补补。你一边说着，一边就搂着林凡向外面走。陈江，你能不能把手拿下去？都是大老爷们儿，搂一下怎么了？你指甲里有泥，很脏。那不是你，那是什么？半固体燃料，喷火器里装的那玩意儿，那更不好洗。我就这一件衣服。林凡，有没有人说过你很装？有过。谁？大家都这么说。就这样，你俩勾肩搭背的走出公寓楼，一路朝着学校外面走去。与此同时，在你们身后那栋校长寝室里，赵海鹏正端着茶壶走向窗口。校长，哪个是啊？马峰正低头看着成绩单，赵海鹏站在窗口却一言不发，只是凝目看向公寓楼外的小路。海鹏，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赵海鹏这才猛然回神，心不在焉的开始沏茶。马峰无奈的摇了摇头，海鹏啊，你手下学生的2等学府录取率可是连年下滑啊。赵海鹏提起茶壶给马峰续上水，接话道，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带的是2班，好不容易出了个亮眼的学生，转头就被你薅到1班。就说我们班的陈江刚暴露真实修为就被你调走，你还好意思指责我？听着赵海鹏的控诉，马峰老脸却丝毫不红。这个学生还真就不能放在你的手里，你可别小瞧了陈江那小子，他根本不是筑体9层，而是已经摸到筑体9层大圆满的门槛。赵海鹏闻言，端着茶杯的手猛地在半空中一顿，您说真的，我还能骗你不成？马峰得意的挑了挑眉，紧接着话锋一转，不过这小子也彻底暴露了他的真实本性，1天之内就打了3场架，简直就是个纯的惹祸精，我才把他塞楼上，就是方便我盯着他，让他把心思都放在修炼上，不让他乱窜。话落，赵海货却突然转头看向了窗外。校长，刚才我好像看见陈江已经出去了。噗！马峰嘴里滚烫的茶水喷了出来，整个人更是从椅子上猛地弹起。你确定没看错？肯定没错。赵海鹏笃定地点点头。不仅是他，就连你们一班那个林凡也跟他一块走的。看那架势，勾肩搭背的关系铁得很。马峰听完，脑子嗡的一声，彻底麻了。他把你和林凡安排在一起，就是看中林凡沉默少语，想让他感染你。岂料你竟然有这么大的魔力，反过来把林凡这个老实孩子都给带跑偏了。你真看清楚了，是陈江和林凡俩人一起走的。马峰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毕竟林凡这孩子他接触的可不少，可这3年来，对方就跟一块捂不热的石头，甚至连多说一句话都嫌费劲。他实在是想不通，你这才搬来2个多小时，究竟是怎么跟林凡混成朋友的？可赵海鹏却微微点头，语气肯定。那个林凡一身的阴郁气质，想看错都难啊！听到这话，马峰盯着窗户的方向，嘴巴张了张，良久之后，这才终于无奈的坐了下去。随即想起一个教学案例，说老师为了管好多动症的学生，特意把他安排在自闭症学生旁边，结果多动症硬是把自闭症给带成了话痨。想到这，马峰长叹一口气，老子以前一直把这当段子听，现在看来还真他娘的有点道理。这个陈江是个惹祸精，那个林凡心思也绝对不单纯，这俩人能凑到一块去，也不知是福是祸。随后他烦躁的摆摆手，算了，不想了，咱们喝茶。另一边，你在小吃街大口啃着烤羊腿，那叫一个舒坦。可对面的兄弟林凡却画风突变，他竟用西餐刀叉慢条斯理的把羊肉切成了小丁。见状，你忍不住吐槽，我说林凡，你搁这儿吃米其林呢？说着，你直接抓起整只羊腿开始示范，瞧见没？就得直接上手啃。然而林凡却只是淡淡瞥了你一眼，开始说教，就餐本该有礼仪，你这样很容易把衣服弄脏。谁知他话还没讲完，一阵尖锐的破空声猛然从右侧袭来，你跟林凡脸色一变，立刻循声看去，下一秒一个酒瓶旋转着呼啸而来，砰的一声在桌上炸裂，滚烫的炭火伴着碎片四处飞溅，而你反应极快，猛地一蹬暴退3米开外。可是林凡终究慢了一拍，虽然也跟着后撤，却还是被汤水溅了满身，狼狈不堪。紧接着一声嚣张的呵斥传来，就你叫陈江是吧？你顺势望去，只见10几个混混气势汹汹的走来，为首的正是那个银发寸头。你视线一扫，果然在他身后看到了头上缠着纱布的2楼。转眼间那银发寸头就带人堵在你面前，小子，下午就是你去砸了我罩着的场子。听完，你侧过头，目光越过他看向2楼，我可没砸场子，我只是揍了你的人。那银发寸头一阵冷笑，眼神凶光毕露，妈的，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寸头话音未落，猛然间从肋下抽出一把匕首，二话不说就朝着你的小腹直捅过来。他出手毫无征兆，位置更是刁钻，这是想一招废掉你的丹田气海。可就在匕首即将刺入的千钧一发之际，你却猛然出手，左手后发先至，稳如铁钳般抓住银发的手腕，嘴角噙着一抹戏谑的笑意，连黄静气都没到。你搁这儿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呢？话落，反手抄起桌上没啃完的羊腿，把它当板砖一样结结实实糊在银发的脸上。那银发整个人被抽得横飞出去，可手腕还被你死死拽着。就在他即将倒地的瞬间，你右脚高高抬起，然后狠狠一脚跺在他的小腹上。只听一声凄厉的惨嚎，银发猛喷一口鲜血，
气海算是被你一脚彻底废了。就在此时，你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音，叮，宿主废掉黑恶势力小头目，获得声望300。闻言你心里一喜，这简直是及时雨。于是你立刻将300声望兑换成培元丹吞入腹中，正好补充空虚的身体。银哥被废了，一起上蛋挞。二龙那帮人见老大倒下，虽然心里发怵，却还是抽出刀子朝你逼近。而你看着这群筑体期的渣渣，心里乐开了花，这分明就是行走的积分宝宝。你正盘算着怎么收割，岂料耳后突然响起一阵剧烈的破空声，竟然是偷袭。你下意识侧身闪躲，却见一根乌黑的合金齐眉棍化作残影，直奔二龙面门呼啸而去。你们找死！林凡手持长棍，气势如虹，如同饿狼冲进羊群，眨眼功夫就放倒了4个人。我去，这小子猛得有点过分了。只见他几棍逼退所有混混，帅气的翻了个棍花，侧身而立，简直帅炸了。满心期待他会说句霸气台词，比如何方宵小胆敢在此作乱。结果林凡缓缓转动长棍，遥遥指向对面那群混混，赔我衣服。你瞬间就懵了，搞什么鬼？穿越者都给你让出 C 位了，你就给我整这么一句。对面的混混也是一愣，随即破口大骂：我赔你爹地！说完再次挥舞着刀子杀了过去。见状，林凡目光一凛，紧握长棍。这群人的底细不过是些筑体期的废柴。就在混混们即将冲进攻击范围的瞬间，打头的2人却猛地向两侧闪去。你目光一凝，赫然发现藏在他们身后的2人竟然同时伸手摸向肋下，心里顿时一惊，立刻大声提醒：小心有诈！然而终究还是晚了一步。那2个混混几乎同时抬手，对着林凡扣动扳机，砰砰2声枪响几乎同时响起。这可不是单纯的武道世界，热武器对低阶修武者的威胁极大。幸运的是，这次射出的并非子弹，而是2张强磁电网，专门用来抓捕修武者的警用装备。林凡自然也清楚，所以电网张开的瞬间，林凡就飞速后退，手中长棍舞得密不透风，2张大网不分先后缠在长棍上。而那些混混等的就是这一刻，2个混混立刻挥刀，从左右两侧对林凡夹击而来。林凡赤手空拳，根本不敢应接。更要命的是，两侧同时来袭，他根本无法闪避。情急之下，林凡干脆心一横，不退反进，直奔其中一人冲去。既然躲不开，那索性就不躲了。与此同时，你手腕猛地一抖，将匕首朝林凡背后的混混掷去。你们的目标应该是老子。你后发先至，以更快的速度抢先半步挡在林凡身前，8步赶缠，系统武技瞬间爆发出惊人威力。你现身的刹那，双手如闪电般刺中混混双肋，那混混吃痛躬身，你紧接着后仰抬膝，狠狠顶在他下巴上，顺势将他蹬飞，一个翻身而起，没有丝毫停顿，又朝着林凡身后的另一个混混冲去。那家伙早就被你掷来的匕首吓了一跳，动作慢了不少。见你猛冲过来，他顿时慌了神，胡乱挥舞着刀。你们俩身形交错的瞬间，他手里的刀直接被你夺走，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你已经冲到他们面前，那架势比刚才的林凡还要生猛。不到10秒钟，剩下的混混全被你放倒在地。就在这时，10个身穿统一制服、装备精良的人走了进来，一进门就粗暴地驱散了围观人群。那10人小队径直走到你和林凡周围坐下，原本的客人屁股着火似的赶紧让位，没人敢吭声。而你看着眼前这个萝莉又御姐的带头女孩，心里直打鼓，疯狂给林凡使眼色。老林走了。谁知道林凡却一屁股坐回原位，面无表情地吐出3个字：我不老。行，不老林，这是职业地穴猎人小队，咱们不够人家塞牙缝的，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啊兄弟。然而林凡却只是抬眼看向对面的女孩，语气平静地揭晓了答案：她就是咱们一班的第一，高一就突破黄境的天才卢月。她就是卢月。你心里猛地一惊，天才在你这个有系统的男人看来，不过是你成神路上的小门剑罢了。可你万万没想到，卢月竟然长得这么顶，这一下分量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哎呀，原来都是同学啊！你脸上的表情瞬间切换，热情洋溢地重新介绍自己：卢月同学你好，我就是品学兼优，今天刚转到一班的陈江。紧接着你露出一个自认为最帅的笑容，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请问你满18岁了没？你这个问题一出口，林凡和卢月目光唰的一下全聚焦在你身上。你问这个干嘛？卢月的好奇心显然被你勾起来了。只见你嘿嘿一笑，直接解释道：18岁可是法定成年年龄，过了就能领证结婚，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追你啊！此话一出，卢月瞬间无语，周围那些地穴小队成员眼神立刻变得警惕，一道道锐利目光齐刷刷锁定你，可你却仿佛没看见一般，只是满眼期待地望着卢月，等着他的答案。17岁半。当卢月说出这3个字，你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我突然想起来还有急事，回见。话落，你干脆利落起身，潇洒摆手转身就走。这堪比川剧变脸的绝活，看得卢月当场就懵了。17岁半怎么了？至于让你这态度180度急转弯吗？拦住他！卢月一声令下，你正前方2人立刻起身，一左一右包夹过来。不仅如此，其他人也抬起了武器，黑洞洞的枪口不动声色地对准你。见状，你心里飞速评估，就算有系统，可现在能用的只有一把黑刀而已。对上这种全副武装的战术小队，你清楚知道自己毫无胜算，只好转身举起双手，认命地坐回椅子上。服了，我服了。不是我说卢老大，你这是办得不地道。我承认你长得漂亮，可我陈江也是有原则的，你总不能因为自己没成年就把气撒我头上吧？就在这时，一道寒光闪过，卢月手中的匕首猛地刺下，噌的一声刺穿厚实的桌面。陈江，你再敢多说一个字，我立刻割了你的舌头！见状，你咧嘴一笑，果断闭嘴。眼看你终于老实，卢月这才缓缓收回短刀，紧接着他转向林凡，态度和语气简直天壤之别。林凡，我特意来找你的，我们抓到一只2级赤焰螳螂，可以帮你定制一把双头长刀，有了它，我们考上同一所大学的机会就大很多了。和对你时的冰冷不同，卢月面对林凡时语气温柔的能掐出水，眉眼间甚至还流露出一丝娇羞。我靠，这里面有情况啊！你的眼神像
像雷达一样在他们俩脸上来回扫描。这卢月修为高家世显赫，身边还跟着职业猎人小队。反观林凡呢，一个被家族流放的私生子，甚至要靠啃压缩饼干过活，你实在想不通，他凭什么能让这位大小姐如此上心？谁知林凡只是淡淡吐出一句话，声音虽轻，却像一道冰冷屏障。我没想过和你考同一所学校，这种事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做。话落，卢月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上前一步，声音带着颤抖和不甘：林凡，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初3就达到筑体9层，那时候有多少一等学府给我发邀请函？我为了你才留在这破2中整整3年，你难道就真的一点感动都没有吗？然而林凡听完只是轻轻摇头，表情平静的近乎残忍。你的选择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早就说过我对你没感觉，是你自己一直缠着我不放。今天我最后再说一遍，我们之间绝无可能。此话一出，卢月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是气到了极点，可到了嘴边的狠话却硬生生咽了回去。我们走。话音一落，卢月便带着人头也不回的离开，直到那群人彻底消失，你这才凑到林凡身边，一脸崇拜：我的哥，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啊！这卢月可是顶配的美人胚子，追了你3年，你愣是把人当空气。老实交代，你小子是不是根本就不喜欢女的？谁知林凡只是淡淡瞥了你一眼，假如我是林家大公子，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可我偏偏只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你动脑子想想，卢月的父亲可能会让他跟我这种人在一起吗？说着，他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你信不信，只要我今天敢点头，当天晚上我就会被他爹处理得干干净净？你错愕地看向林凡，一时语塞。而此时的林凡目光平静如水，扫了一眼卢月离开的方向，便又将视线转回桌上的羊肉，那副淡然的模样，就好像那位大小姐在他眼里还不如这块羊腿有吸引力。见状，你心里不禁嘀咕起来，这家伙看着不大，心性未免也太老成了吧？可你好歹也是大族子弟，难道还怕他们一个卢家？林凡只是默默切着羊腿，随即解释了起来，大族和大族之间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林家和卢家地位相当，但卢月是嫡长女，是未来的继承人，而我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我得不到家族任何资源，只能在公立学校摸爬滚打。你觉得我在林家的地位能有多高？所以如果是卢家主要动我，我绝对会是第一个被牺牲掉的那个，毫无悬念。闻言，你也夹了一大片羊肉塞进嘴里，含糊不清的说道：要我说，你那个爹也真是够扯的，护不住儿子，当初就别图一时爽啊！听到你的话，林凡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后又恢复平静。大家族里的事你不懂，他不是不想给我资源，只不过林家主母的娘家势力同样强大到可怕，林家主想要帮我，除非他豁得出去，连整个林家都不顾了。说到这里，林凡又夹起一块羊肉细细咀嚼。林家主的孩子不止我一个，他绝不会为了我一个私生子就搭上整个家族的命运。人活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拎得清自己的位置。从我被送进那所全封闭小学起，我就明白，我对于林家不过是一个花钱买体面的牌坊罢了。太平无事的时候，我可以活着，可一旦触及家族的核心利益，我绝对是那个可以被随时丢弃的妻子。林凡话音刚落，你看着眼前这个年仅18岁的同学，瞬间陷入沉思。简简单单一句林家主，而不是我父亲，这里面的信息量就已经很炸裂了。就在这时，你猛然意识到，这小子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资源，而你的系统恰恰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大资源宝库。只要声望值管够，简直就是无限兑换。你心里盘算着要不要顺手推他一把，可你转念一想，还是觉得需要再等等，自己的刷分大业8字还没一撇呢，竟然就开始琢磨收小弟，这想的也太远了些。于是你扯过一张凳子，紧挨着林凡坐下，听你刚才那意思，要是以后真牛掰了，肯定会答应卢月的追求，对吧？闻言，林凡的眼神瞬间警惕，飞快扫视一圈四周，这才极小声的嗯了一声。我又不是瞎子，卢月人那么好，长得又那么漂亮，我不同意那不成傻子了吗？听到这话，你嘿嘿一笑，随即猛地举起手，冲着店老板扯着嗓子喊道：老板，再来2打啤酒，要冰镇的。2个18岁的年轻人凑在一起，话题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从女孩聊到机车，从枪械聊到星空。等到你们俩勾肩搭背晃悠回学校时，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你一回到房间就瘫倒在床上，这一觉直接睡到第2天下午，直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才把你从梦里拽了出来。你迷迷糊糊的晃到门口，拉开门，没想到门外站着的竟是马峰，而且他正一脸严肃的瞪着你。老马，这才几点啊，你就跑来扰我清梦？你一边打着哈欠抱怨，一边浑然不觉自己满身的酒气。然而这味道却让马峰大力的皱起眉头。陈江，我看你是有点飘了，今天可是第1次联考，你小子竟然敢不去参加，简直是太放肆了。闻言，你用力拍了拍昏沉的脑袋，毕竟你在地球的时候连高中都没上过，压根就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搜索了一下原生的记忆，这才恍然大悟。哎呀，联考什么的现在已经没必要，我现在又不打算走保送那条线，所以参不参加都无所谓。你一边说着，一边极其自然的伸手去掏老马的口袋，从里面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别杵在门口了，进来慢慢说吧。见到你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马峰气得直叹气，脸上更是写满无奈。陈江，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想靠纯武道考上一流高校，这事儿有多么渺茫？咱们整个华夏域的一流武道大学，每年录取的纯武道新生总共也就1万人左右，这些人拼的不仅仅是努力和天赋，更是背后的关系全是家境和资源。我承认你现在是筑体9层大圆满，已经甩开9成9的学生，可是在武考这件事上，你能考上一流学府的概率还不到3成。我让你去参加联考，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万一你……马峰的话还没说完，你叼着烟的嘴角一咧，猛地抬手一拳就朝着他的鼻梁骨砸去。好小子造反啊！马峰到底是经验老道，嘴上惊呼一声，右手已经一把抓住你的手臂，然而你拳头的力量却让他心中猛地一惊，甚至逼得他不得不向后仰头躲避。下一秒，你收回拳头，站直身体，你冲他挑了挑眉，怎么样？现在看概率是不是能大一点？马峰的目光瞬间凝固，他看向你的眼神里全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你突破了！我早就说了，随时能突破。话落，老马的嘴角一点点扬起，紧接着便爆发出了一阵爽朗的大笑。我就说嘛，我的眼光绝对错不了。陈江，真不愧是我亲自选中的学生，这才调教1晚上而已就已经成功突破。你等着我
现在就上报事务道部，让他们立刻给你下播巩固修为的丹药。看到马峰这副疯狂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样子，你顿时一阵无语。还你英明神武，这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老马，我刚突破根基不稳，正缺丹药打基础，你有没有门路给我搞些培元丹来？马峰本来还沉浸在得意之中，可一听到你的话，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陈江，门路我倒是有，可这培元丹的价格，钱，你像是差钱的人吗？你想起卡里那300多万巨款，嘴角微微扬起。我现在突破到黄阶，总该有点奖金和培元丹之类的奖励吧？闻言，马峰立刻伸出2根手指，干脆的说道：“2选1，你要么选择10万联盟币的奖金，要么就选择3枚培元丹。”听到这话，你心里微微一惊。对于培元丹，原生的记忆里根本没多少信息。究其原因，这玩意儿根本就是顶级大族的专属，最便宜的劣质品价格都得奔着上万块去。回想起原生的修炼经历，用的都是学校发的补灵液，那东西的药力不到培元丹的1/10，可即便如此，价格也轻松突破3000大关。要知道，你1个月的所有补助才区800块，对于这些压根买不起的奢侈品，你哪里会多关注1分1毫？所以你的意思是，这3颗培元丹就约等于10万联邦币？这个数字让你有些难以置信，你忍不住再次确认。马峰微微点头说道：“差不多就是这个数，一枚培元丹官方指导价3万，但是因为太紧俏，流到市场上都会溢价个2-3千块，我这边搞到手也要将近3万2一枚，所以我建议你直接选10万块钱，这样我帮你买3颗，你手里还能剩下几千块。”然而此刻你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你脑子里只剩下对林家和卢家这些顶级大族实力的震惊。林凡，一个被家族流放在外的私生子，一个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核心资源的家伙，结果呢，他竟然随手就能扔给你1颗价值3万多的培元丹，还说的轻描淡写，就当是个人情。这他妈有钱人的苦日子也太让人眼馋了，简直毫无人性。行，那10万块你帮我领了，然后直接全换成培元丹，另外我再给你转33万过去，全都帮我买了培元丹，要是剩下点零头就当是你的辛苦费。马峰闻言立刻摆了摆手，我这当老师的哪能要你们学生什么辛苦？可他话说到一半，脸色却猛然僵住，突然反应过来什么，难以置信的看向你，刚才说你要给我多少钱？33万。说着你掏出了磁卡，昨天离校后我顺道去了趟地穴，里面的好心人送了我点零花钱。既然马峰知道你去了电玩城打架，那他肯定也猜到你去了哪里，所以你也不打算隐瞒，毕竟地穴那地方可是法外之地。别说你只是黑吃黑，就算你真杀人放火，马峰也顶多批评你几句。马峰的目光在你眼睛上足足停留10几秒，这才缓缓掏出自己的磁卡。行，买药剩下的钱我会1分不少还给你，但我只有一个条件，日后你要是闯了滔天大祸，千万别跟人说你是我的学生。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马峰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溜达到林凡的宿舍门口，你开始有节奏的敲门。林凡啊，开门，那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这敲门声轻快又富有节奏，一句话还没唱完，房门就咔嗒一声被林凡从里面拉开。陈江，上次联系我的那个星探，我还有他的联系方式，你要不要？我要那玩意儿干啥？你一边说一边走进门，紧接着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我勒个去，你每天就这么睡在地上的？林凡这屋子格局和你那间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他的客厅角落竟然铺着一床整齐的被褥。闻言，林凡淡淡的解释起来，这个位置两面靠墙，能给我比较强的安全感，而且贴着地面睡觉，可以第一时间听到外面的脚步声，随时做出反应。帝王，你心中忍不住默默吐槽，那刚才我过来的声音你听到了吗？没听到，昨天喝多睡得太死了。切，你心里一阵鄙夷，那不就是屁用没有？毕哥，我这第一天来一班，咱们这上课到底是个什么章程？你给我介绍介绍呗。对于你这个新称呼，林凡只是淡淡瞥了你一眼，随后自顾自地说了起来，一般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不上课的，当然像你这种特殊情况需要上课的也有，但基本都是自学或者分组讨论。修炼上有什么搞不明白的，我们有权找学校任何老师解惑，包括各科主任，甚至是校长。另外就是每个月一般都会对大家进行一次学习成果的验收，目的就是为了明确下一个月的训练重点。听到这里你顿时来了兴趣，咱们一般是纯午休班，那要怎么验收成果啊？答：林凡只用1个字就高度概括了全部内容。武道班的检验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别人打服。你必须穿上护具下场干架，把别人彻底打服，排名打得越靠前，能分到的修炼资源就越肥，这就是一般的规矩，简单粗暴。林凡说完顺手就掏出他的手机，对了，你还没加入一般的交流群吧？就因为你干趴了10号，结果现在班里头想找你练手的人可真不少。你闻言只是瞥了一眼屏幕，你随即无奈地耸了耸肩，搞什么啊？这些家伙难不成真把我当成软柿子捏了？而林凡的语气却很平淡，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主要是你干掉10号的手段有点脏，所以大家一致认为你赢得不光彩，就是个没什么真本事的投机分子。紧接着林凡的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划，聊天记录便飞速上滑。你定睛一看，好家伙，满屏几乎全是在声讨你的消息，什么招式下3烂，什么玩意儿上不了台面，总之那群聊里对你的评价简直是找不到一句好话。嘿，我这暴脾气，你一把掏出自己的老款手机递到林凡面前，林凡现在就把我拉进去。林凡倒也干脆，直接将你拉进了群里。下一秒，你的手指按住了语音键，扯着嗓子吼了出去，来，让我瞅瞅，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在背后嚼我舌根呢？随着你这声势浩大的一嗓子，群里竟然短暂的沉默下来，紧接着就有数条消息猛地弹了出来。你就是陈江吧？骂你怎么了？就你那下3烂的招数也配合我们在一个群里？马校长快把他踢了！看着那一条条充满敌意的信息，你的嘴角反而勾起一抹冷笑，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敲击，发送了下一条消息。各位千万别误会，我并不是觉得咱们班只有10号的修为是个垃圾，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全都是。你这话简直是一旦激起千层浪，要知道整个一班全都是筑体9层的所谓天才，更是打定主意要走纯粹武道之路的狠人，哪个家里能没点实力？可现在他们竟然被你这样一个连家都没有的家伙如此看不起，
这口气谁能咽得下？陈江，你他妈有种现在就来武道馆！你不过就是个卑微的平民。几乎就在一瞬间，你的聊天界面就开始疯狂跳动，满屏都是谩骂，喊骂量高到离谱。你却毫不在意地关掉手机，转头看向林凡，脸上还挂着一丝玩味的笑。怎么样，好玩吧？林凡却皱着眉头看向你。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就不会这么开心。为什么？因为今天恰好就是每月一次的检验日，再过半个小时，我们一班的所有学员就全都要在武道馆集合比试。他顿了顿，眼神里带着一丝莫名的意味。本来每一次接受挑战最多的人是我，可你这下犯了众怒，所以今天有你忙的了。随后你便和林凡一同向着武道馆走去，结果刚到外面，你就被眼前的场面给吓了一跳。我去，这武道馆外面怎么停了这么多豪车？你记得二中的校区可是施行着严格的人车分流制度，别说是这些一看就价值不菲的豪车，就连自行车都必须停在校门口的车库里。然而现在几十辆豪车却大摇大摆地直接开到武道馆外面的空地上，甚至还有学校的保安在现场亲自指挥停放。这场景实在让你有些意外。林凡一边带着你向演武馆走去，一边解释起来，咱们一班的学生们虽然平时几乎不怎么上课，可他们家里对各自的武道进步还是很在意的，因此在每个月的交流日，各家都会派专人过来观察自家少爷小姐的对战情况。马校长他们的修为或许比不上那些大家族自己请来的武道高手，但是在武道教育和战术分析上，他们绝对是顶尖专业的那一批人。通过我们的对战，马校长和一众骨干教师会对我们的武道修为进行一次综合评定，甚至能看出我们平时修炼时存在的很多问题，并且把这些都整理成详细的数据，再交给各个家长，以便他们对自家孩子下一个月的训练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安排。不然你以为这些有钱人为什么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里来？这下你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学校竟然还有这样的隐藏功能。你这才想起原深的记忆，每个月都有一天要统一考试，而且还不允许离开教学楼。你原本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可现在仔细一想，感情之前每个月那一天都是在为这些有钱有势的家伙们让道。果然，不管到了哪里都不会有绝对的公平。可就在你们两人马上就要踏入演武馆的时候，你猛然间反应过来，一把拉住林凡的手臂。按照你刚才说的，如果你们的家族都派人来了，那我在群里说的那些话。话落，林凡微微点头，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不用怀疑了，你现在肯定已经被所有人的家族给盯上。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林凡猛地一把拉开演武馆沉重的大门，紧接着一股大力从背后传来，直接将你推了进去。我靠！你嘴里下意识骂了一句，整个人一个趔趄，狼狈地跌进了演武馆里。等你踉踉跄跄爬起来，猛然间感觉到足足上百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死死定在你身上。没错，就是上百道。你的目光扫过全场，一般除了你自己还有19个同学，此刻他们的眼神里都烧着火。不仅如此，更让你头皮发麻的是，学校里那群最顶级的教师天团竟然也全都在场。魏副校长、赵副校长、李主任、张主任、冯主任、马主任，以及各年级组的教学组长和所有的武道老师，一个不落。这还不算完，在那平时根本不让上人的武道馆2层看台上，此时也黑压压的坐着不少人。那帮人一个个的表情要么轻蔑，要么高冷，要么严肃，要么平静，可偏偏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该死的金钱的味道。这些人别说是身上的衣服了，就连随便一个配饰都足够让你1年不缺吃喝。穷文富武这句话在这一刻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老马呢？你下意识在人群里搜寻马蜂的身影，结果找了一圈连个影子都没见到。无奈之下，你只能尴尬地站直身子，转头看向身后的林凡。谁知就在这时，林凡那家伙竟然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地从你身边径直走过，那副模样活像你们两个压根就不认识。算你狠！你心里暗骂一句，你知道这是林凡那小子的恶趣味。于是无奈之下，你只能随手掸了掸自己的校服，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狼狈。你干脆往前一步，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传遍全场。行了，我知道各位都把我当眼中钉肉中刺，既然这样，大家就都别绷着了。谁想上来练练手，直接报名。你话音刚落，一只手臂唰的一下举了起来。我来挑战他。马主任见到一班的学生个个眼含怒意，甚至纷纷在旁边的兵器架上抄起了木质训练武器准备动手，脸色顿时就变得紧张起来，快步走到魏副校长身边。魏校长，这小子犯了众怒了，这可怎么办？魏副校长也在一班的群里，刚才你那狂妄的发言他自然也看见。见此情况，他叹了口气，也只能摇了摇头。没办法，大家平时最喜欢挑战的都是林凡这个9段大圆满。陈江这小子没什么后台，刚刚进入一班就这么狂，早晚都会吃亏。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吧。有我们看着总不会出什么太大的意外，让他们打。见到副校长都发话了，马主任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宣布道：既然各位同学全都到齐了，那我宣布本次交流赛现在开始。鉴于陈江同学被这么多人挑战，那我们就按照惯例，让陈江同学挑选自己的对手，其他同学在观摩的同时，也可以比较自身实力，决定之后是否要继续挑战。说着，马主任看向你，扬了扬下巴：陈江，开始挑选你的对手吧。听到马主任的话，你的目光环视一周，随后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手机，放在了嘴边。你好，华为，播放张杰的《我是来揍你的》。随着你的语音指令落下，下一刻那节奏感极强的前奏猛然响起，你更是直接将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往地上一放。既然大家都想跟我打，那就别分什么先后了。说着，你还冲着那群人勾了勾手指：咱们早打早收工，你们还是一起上吧。伴随着你这个极具挑衅意味的动作，手机里张杰那颇具少年感的嗓音也跟着炸响，一拳一掌，一招一式，一身正气都不怕，一言一行，一步一影，一段传奇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揍你的。你这人嚣张，结果你放的歌更他妈狂。听清了歌词的内容，
顿时就有一个学生忍不住猛地一跺脚，整个人如同炮弹般直奔你冲来。那学生手里使的是一根3节棍，只见他双手抡动间，那3节棍在其周身画出一个半圆，带着令人头皮发麻的破空声，朝着你斜劈而下。你身体微微一侧，那3节棍的残影几乎是贴着你的鼻尖呼啸而下。就在那棍子砸下的瞬间，你的右手猛然上推，不偏不倚地轰在对方的下巴上。只听一声闷哼，那少年吃痛之下整个人腾空而起。就在这一刹那，你抬脚就是一记鞭腿，正中对方格挡在身前的3节棍上，咔嚓一声脆响，那木质的3节棍应声断折，而你的小腿则于是不减，狠狠抽中那少年的双臂，直接将他整个人抽飞出数米之远。与此同时，一道人影闪过，马主任闪身到了那少年身后，一把抓住对方的后衣领，随即以一股柔劲顺势化力抓着那少年转了半圈，这才将人稳稳提起，轻轻地放在了地板之上。转眼间，那少年身边便有2道身影落下，一人护住他，另一人则迅速开始为他检查身体。紧接着，其中一人冲着2楼看台点了点头，声音不大不小的传来：“家主少爷没事儿，就是些皮肉伤，没伤到筋骨。”听到这话，2楼扶手边那个面色肃然的中年人终于是长舒了一口气，对着你摇摇抱拳行了个标准的武道礼：“陈江同学，我是鹦鹉集团的孙长青，多谢手下留情。”你当然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毕竟你已经突破了黄阶，刚才那小子的速度在你眼里简直慢得像是在放电影。你甚至在心里盘算，如果刚才那一记推手再往下那么一点点，推的不是他的下巴而是咽喉，那这家伙就算是不死，恐怕也要在床上躺几个月，脱层皮都是轻的。于是你笑呵呵地站在场地中央，听着手机里传出的激昂歌曲，随手便拉出了一个8步赶蝉的起手架势。大伙都来了，那就一起上吧，打完刚好茶还没凉呢。手机里的歌声恰到好处地跟上你的挑衅，我不当英雄，只想来揍你。谁知就在歌声响起的瞬间，一直站在远处沉默不语的林凡猛地动，他从后腰卸下哨棒朝空中一抛，那合金哨棒在半空中锵的一声完全弹开。与此同时，林凡整个人纵身而起，一把将其抓在手中，抡圆了就带着撕裂空气的锐响向着你的头顶劈来。靠你来真的！你心里一惊，脚下一个滑步，险之又险地向后闪开，而你方才所站之处的地板竟然被他一棒砸得猛然炸裂，碎尸崩飞。林凡这一棒可没有半点收劲儿的意思，而是真的奔着砸碎你脑袋去的狠手。他和别人不同，他清楚的知道你已经突破，更明白你的力量和反应速度绝对都在他之上。一个9段大圆满，一个刚突破的黄阶，他迫切的想看清自己和你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甚至更想借着你这块硬骨头来找寻那一丝突破的契机。而且不仅是他，此时就连其他的同学也从方才那短暂的交锋中嗅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陈江不光是狂，而是真的强到离谱，揍他也不知道是谁吼了一嗓子，紧接着7、8道身影同时抡起木质兵刃，恶狠狠地对着你冲了过来。哎，马主任见状刚想上前阻拦，却被魏副校长一把抓住了肩膀。看不出来吗？陈江突破到黄阶境了。什么？听到魏副校长的话，马主任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明明记得你这个保送生走的是科研的路子，几天前修为还只是断体6层，这才几天功夫，修为就像坐了火箭，竟然连黄阶境都突破。只见魏副校长眼睛微眯，开始解释了起来。你看他在8个人的围攻下，虽然看起来有些狼狈，可偏偏连一下都没被打中。这小子明显是刚突破，正在这儿拿同学当磨刀石呢。没错，这正是你的目的。虽然系统给的破镜丹让你的修为根基异常夯实，可对于暴涨的力量和速度，你依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更没有精准的控制。你想找老马过招，可那个大忙人根本没工夫搭理你。至于其他人，班主任赵海鹏忙得脚不沾地，卢月就更不用说，你又不是林凡，人家凭什么陪你修炼？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试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好拿这些铸体9段的同学来磨一磨你这把刚出鞘的刀。此时你辗转腾挪间，身形越发飘忽，动作也越来越顺畅。因为要面对大考，大家都不愿暴露压箱底的武技，所以这次的比斗纯粹是力量和速度的比拼，正合你意。算上林凡，8个铸体9段的同学接连不断向你攻击，兵器各异，各有所长。走你！你猛地伸手抓住一人砸来的短棍，随后用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顺势一扯，将他整个人都带得飞起。同时你一脚踹在那人的肩胛之上，将他送出了战圈。这一仗打得可不轻松，毕竟都是同学，你下手不能太重，结果打起来反而有些畏手畏脚。然而就在这不断闪躲的乱战中，你对自己速度和力道的掌控却是越来越熟练。一杆长枪猛然刺来，你身形只是轻轻一晃，便如同鬼魅般出现在3米之外，手中夺来的短棍瞬间化为一道残影，用力地抽在那个使枪同学的手臂上。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嚎响起，你一把揪住那人的衣领，毫不犹豫的就是一个头锤，直接将他撞翻在地。仅仅几个回合，你周围的对手便纷纷倒下。转眼间场上只剩下了3道身影：林凡、10号，还有那个先前搭话的小不点。那个小不点手里握着2把木刀，嘴里甚至还叼着一根棒棒糖，咧嘴冲你一笑。陈江同学，看来你已经突破到了黄阶境，恭喜恭喜！我的攻击应该对你造不成什么伤害吧？你想拿我们磨刀，我也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刀法，我可要用自己的武技了。你接好了。话落，那小男孩猛地一步踏出，双手2把木质短刀一正一反，在自己眼前交错成一个10字。破军刀诀第一式杀。随着最后一个杀字出口，小男孩大步向你走来。然而就是那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第一脚迈出，他的速度却猛然暴增，几乎只是眨眼间便冲到你的面前。那2把木刀挥舞起来，竟然化作2道寒光，以2个极其刁钻的角度，同时刺向你的咽喉和下腹。见此情景，你脸上的轻松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凝重。手持短棍做刀，对着那男孩的肩膀猛然砸下。你本想着逼他抬刀回防，可谁知那小男孩竟然
然对你的攻击不管不顾，握紧2把木刀硬生生撞进你的怀里。这下你算是明白了，这根本不是切磋，这是破军刀，古代战场上搏命的杀招，讲究的就是一击毙命。你这一棍最多让他重伤，可他这2刀要的却是你的命。啪的一声，你果断舍弃了短棍，双手快如残影，用力抓住了那男孩的手臂。你多大？8岁，动手就要人命，这他妈是8岁能干出来的事。你心头火起，双手猛然用力，剧痛之下，那小孩忍不住松手，2把短刃哐当落地。紧接着你扯着他的手臂，用尽全力将他整个人朝着2楼的方向甩了过去。就在这时，一道壮硕的身影从2楼猛然跃起，在半空中一把拦住那男孩的腰，随后重重落地。那男人嘴里咬着雪茄，脖子上戴着晃眼的大金链子，将男孩扔在地上，对着你抱拳喊道：“多谢小友留手，客气。”随后你转身看向不远处的林凡和10号2人，你们还要打吗？打！林凡和10号没有任何犹豫，同时将兵刃对准了你。你好奇地打量着2人，最终将目光落在了10号身上。10号，你还敢对我亮兵刃？为何不敢？10号手持一把铁木战刀，脖子梗得像只公鸡。你之前用卑鄙手段赢我，本就胜之不武，臣将你记住了。我10号总有一天会超过你，将你给我的耻辱尽数奉还。伴随着一声怒吼，10号持刀直奔你而来。2楼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妇甚至激动地站了起来鼓掌。可就在10号的木刀即将斩中你脖颈的瞬间，你只是随意的侧身让步，随后脚下轻轻一扫，10号便瞬间失去平衡，以一个标准的狗吃屎姿势狼狈地冲了出去。浩儿，随着2楼的贵妇发出一声惊呼，你则闪身到了10号身边，抬手做事便要打下。10号心中一慌，竟然下意识扔掉木刀，抬起手臂挡在脸前。在场之人见到这个动作，脸上无不流露出失望之色，扔掉兵器，用手臂挡住视线，这分明是彻底放弃抵抗的反应。你缓缓起身，抬头看向2楼，你就是10号他妈吧？你家孩子在学校横行霸道，拉帮结派，欺辱同学，都快成了2中的搅屎棍了。我劝你，在培养他的武道修为前，还是先教教他怎么做人吧。说完，你便转身向着林凡的方向走去。然而就在你的身后，倒在地上的10号目光阴滞，竟然猛地拾起木刀，对着你的后脑狠狠劈来。而你瞬间驻足，意识已经链接了储物空间中的黑刀，正要反手一刀斩出。可就在你拔刀的千钧一发之际，却有一道身影比你更快，猛地冲到了你和10号之间。只听咔嚓一声，木刀应声断折，一个寸头少年手捏着半截木刀，稳稳地挡在你身前。而那10号则是被他一脚踹出，整个人横飞了10几米，才被一名老师狼狈接住，背后偷袭。难道这就是你们10家的武道传承？那寸头少年冷冷地说完，紧接着手腕猛地一抖，半截木刀竟然化作一道乌光，直奔2楼看台射去。那贵妇人身边的西装护卫眼疾手快，探手便将木刀稳稳握住，而那个贵妇人更是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冷哼一声，眼神锐利地扫向对面一个身着黑色布衫的中年男人。李家主，管好你的儿子太没大没小了。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那黑西装护卫也随手扔掉木刀，紧跟其后。闻对面那个被称为李家主的黑衫中年却挂着笑，乐呵呵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于是你将目光投向那个寸头青年，你是谁？那寸头少年对着你抱了抱拳，说道：“在下李长寿。既然你已经突破到了黄阶境，他们这些筑体修为的同学，你想磨刀，那我来当你的磨刀石如何？”你闻言打量着李长寿，剑眉星目，战意浓烈，这跟你印象里那个稳健师兄完全是2个人。猛然间，一个游戏形象蹦进你的脑海，王者荣耀里的达摩。好家伙，眼前这青年和达摩还真有那么8、9分像。于是你也抱拳回了一礼，方才多谢长寿兄出手解围，等打完咱们可以去喝点啤酒。听到这话，李长寿笑呵呵地走到了你面前，陈兄不必客气，以10号那点出手速度，我便是不出手他也伤不到你。我擅长的是拳脚，修习的是家传的不动金刚功，不知道陈兄的武器是什么？此时他在你身前1米左右站定，这个距离几乎是限制了所有长兵刃的施展。这小子竟然是要以己之长克你之短，真是个聪明人。我擅长使刀，不过也略通一些拳脚。请。话落，你双手虚握，左手缓缓向前探出，手指绷紧直指李长寿的咽喉。李长寿见此，同样伸出左手，和你手腕相抵，这便是探手。武道切磋中最尊重对方的打法，你们2人手腕相抵，这意味着不管是进是退，对方都会在第一时间感知并做出反应，不耍任何心计，全凭反应和气力，是为文斗。而你瞟了一眼李长寿的手背，指节拳锋上布满了厚茧，绝对是横练出来的底子。与此同时，李长寿也在打量你的双手，看到你掌心的老茧，确认了你是长时间攥握兵刃的人。长寿兄，请了，请。几乎就在那请字脱口而出的瞬间，你手腕上压力骤增。你们2人虽然都已经突破黄阶，可在纯粹的力量上，横练出身的李长寿却依然要胜过你一筹。仅仅1个寸劲，你的左手便被压得快速贴向胸口，力量上拼不过，你心中瞬间有了判断，因此右手立刻提肘砸了过去。李长寿则是一个顶尖挥臂，一拳直捣你的面门，砰的一声闷响，你们的拳肘重重相撞，身形也随之快速分开。再来，李长寿战意高昂，脚下猛地一跺，整个人如炮弹般向你冲来，几乎是瞬间，你们2人便已经纠缠在一起。拳脚碰撞间，一声声闷响不断响起。这样的速度，在林凡等一众学生的眼中，虽然还能看到大致的动作，可你们2人的变招以及一些细节招式和脚步，他们已经完全无法看清。与此同时，在2楼之上，那些学生家长们此时已经按捺不住，纷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们对于李长寿并不陌生，可你这个横空出世的陈将，却是实实在在的惊艳了在场的所有人。给我去把这小子的所有资料找来。李长寿的父亲对着身边的助理随口吩咐一句，而大致相同的命令几乎是从所有观战的家长口中同时传出。李长寿的拳脚刚猛无比，可问题是你明显就是个练兵刃的，一个潜心练兵刃的人，扔掉兵刃后还能凭借拳脚和李长寿打得有来有回。那如果让他拿上
兵刃，这个人会强到什么地步？然而场外的分析归分析，身处战局中的你却是打得异常吃力。不动金刚功怕不是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外加硬功吧？因为就在这一连串的交手中，你的拳锋砸在对方的身上，那感觉简直就像是砸在了一块钢板上，一股股酸爽麻痹感顺着你的手臂窜了上来。不仅如此，你竟然从李长寿身上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而你脑中瞬间闪过一个词：药力透体。这可是横练功夫小成的标志，没个10几年苦修根本练不成。紧接着你们双拳再次猛烈对撞，借着反震力道你向后一跃，随即连连摆手：不打了不打了，你这身功夫太硬，再打我胳膊非废了不可，我认输。闻言李长寿却是一脸认真：拳脚是我擅长的，陈兄若是用了刀兵，我未必是你对手。然而你则是心里疯狂嘀咕：还未必。此时你要是掏出黑刀，保证一刀把他给骗了。就在这时，2楼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叫吼，一个中年男人正用力鼓掌：陈江，从今天起，你到大学毕业的所有学费，我李家全包了。听到这话你秒懂，这帮有钱人早就把你的底细查得一清二楚。一个家境平平，靠补贴冲到黄阶境的天才，谁不想拉拢？花点小钱买个潜力股的好感，这投资稳赚不赔。谁知李家主话音刚落，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便站了出来，嘴角一撇，带着几分不屑：李家主，这点钱未免也太寒酸了吧？我冯家愿意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给你3万联邦币作为资助。这话一出，场面瞬间引爆。3万算什么？我赵家愿意出5万，我李家愿意每个月出2枚培元单。此起彼伏的喊价声响起，一场切磋转眼间竟变成了一场拍卖会，而你站在场中彻底懵逼，这拍卖的竟然是你自己的好感度。眼看场面就要失控，魏副校长终于轻咳一声，快步走到你的身边，抬手示意大家安静。诸位请考虑一下陈江同学的个人意愿，如果大家真想帮助陈江同学，请私下联系校方提交意向。魏副校长的话还未落下，旁边的你已经是举起了右手：魏校长，我先在这里表个态，我很感谢各位长辈的厚爱，但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馈赠和支持。正所谓贫贱不能移，武者修行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性通达。如果我收了各位的钱，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总觉得欠了人家的。身为武者，若日后所学所练所悟全都为了报恩还账，那我的道心也就碎，这辈子恐怕再也没有精进的可能。所以陈江只能再次谢过各位长辈的好意。说到这里，你对着四周抱拳，深深意义。至于资助这件事，还请各位不要再提。此时2楼看台之上，那些家长的脸色瞬间变得五花八门，有欣赏，有冷漠，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带着冷意的讥笑。显然你的这番行为在他们眼中纯粹就是给脸不要脸。然而那个麻衣中年人李学雅却看着你缓缓点头，眼中是毫不掩饰的赞许：贫贱不能移，陈江同学好气魄，我是李氏集团的李学雅，以后你在江海有任何困难，随时来找我。换做以前每个月的实战日，怎么着也得折腾到下午2、3点，可今天偏偏有了你这个挂壁，10点才开始的比试，结果不到11点就已经草草收场。于是在走向食堂的路上，你低头翻看手里那沓厚厚的名片，你捻起一张上面的名头，让你有些好奇，便顺势看向身旁的叶凡：鹦鹉贸易发展公司。老叶，他们这个公司很出名吗？谁知叶凡只是轻轻摇头：不知道。别闹，你可是大族子弟，你本以为林凡这种天命之子肯定会拼命拉拢班里同学，毕竟这帮人可是他重返林家权力的王牌。谁知他却猛地转过头，目光直直的射向你。你觉得我人缘很好，还是林家会让我插手生意？闻言你瞬间卡壳，仔细端详他的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像有点道理。于是你们俩一前一后走向食堂，可你们刚一进门，全场的视线刷一下全被吸了过来。要知道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学生吃饭全免还是顶级伙食，然而整个一班却几乎没人踏足过这里，毕竟那些大少爷大小姐根本看不上所谓的平民快餐。当然你和林凡这两个奇葩显然不在此列。见状你赶紧凑到林凡身边，压低声音嘀咕道：喂，他们干嘛像看外星人一样？因为咱们这身一般校服。紧接着他迈开大步，目标竟是教职工专用窗口。与此同时，整个食堂瞬间鸦雀无声，在普通学生眼里一般就是神，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哪想今天竟会出现在食堂。就在这无数道火辣辣的目光中，你脑子猛地一炸，一个关键点瞬间被你想通。所以你天天啃压缩饼干根本不是你自愿的对吧？差不多吧。说完顺手就把餐盘递进窗口，结果食堂阿姨手腕稳如老狗，一勺下去分量十足。这下你也算头一回体验到什么叫土豆炖牛肉里全是牛肉，3下5除2 8完一大碗牛肉，你忍不住感叹起来：我去，教职工吃的都这么豪华吗？林凡吃相依旧斯文，慢条斯理地解释道：因为这是真牛肉，学生窗口的那些全是用细胞合成的，不仅是肉，蔬菜也一样，土里种的和无土栽培的味道天差地别。原来他吃压缩饼干压根不是因为穷，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可你大口嚼着鲜嫩的牛肉，一个新的疑问却冒了出来，那就不对了，我们昨天在外面吃的烤羊腿呢？林凡头也不抬，直接戳穿真相，那是转基因的肉羊，从出生就被猛灌生长激素，个把月就能送上流水线，真正的好羊肉膻味并不大。叶凡的话却让你夹着牛肉的筷子猛然停在半空，羊膻味不大，你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那还能叫羊吗？而叶凡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你，那是因为你没吃过真正的羊，所以在你的印象里，羊肉就该是那个膻味。紧接着他抛出一个更让你震惊的事实，那些专门做转基因羊肉的公司，甚至会为了迎合大众口感，故意对羊肉进行特殊处理，目的就是为了保持那股子膻味。我尼玛！你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一点点冲击。不是，那真正的羊肉到底是什么味啊？谁知叶凡竟然皱眉思索片刻，随后轻轻摇了摇头：我形容不出来。联邦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可实际上却可以被清晰地划分为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些平民，人口基数庞大，每天睁眼闭眼想的都是怎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社会地位。可结果呢？就像我们昨天吃的那条羊腿，很多人拼搏了一辈子，终于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他永远不会知道，那些在他眼里的珍馐，其实全是富人根本瞧不上的垃圾。至于第二个世界，则是那些真
真正的大族，他们人数极少，可偏偏就掌握着整个联邦80%以上的资源。说着，他瞥了一眼你手里的名片，话锋一转，你手里的这些名片看起来是一种便利，可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份份包着糖衣的诱饵。一旦你得了他们的好处，从此你就会成为他们赚钱的机器。所以今天你选择不接受任何人的资助，是非常明智的决定。此时你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叶凡的阶级论，旁边却突然响起一声过分爽朗的招呼：“陈江！”你猛地转过头去，没想到竟然是2班时候的同学陈文景。看到这家伙，你的脸色顿时沉下来。好家伙，你刚穿越过来就撞上林品如那档子破事，被他污蔑成咸猪手流氓，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眼前这个笑得一脸灿烂的陈文景。这小子为了抢你的保送名额，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计策毁你名声，这笔账你还没去找他算，结果他自己偏偏就送上门来，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下一秒，陈文景已经带着他的几个小弟大摇大摆在你旁边坐下。兄弟，我就请假1天，你竟然直接杀进了火箭班，牛啊！说着，他一巴掌拍在你的肩膀上，语气夸张起来。我可听说了，你这3年都是在藏拙，其实早就筑体9段了，对不对？这种事儿你都瞒着我，也太不够兄弟了吧？闻言，你咧开嘴，露出一抹冰冷的笑意。谁他妈跟你是兄弟？林品如那件事我还没找你，你自己倒是先贴上来。话音未落，你的手闪电般伸出，一把捏住陈文景的后颈，紧接着狠狠将他的脑袋按在冰冷的餐桌上，发出一声闷响。老大，跟随陈文景来的那几个学生见状，立刻起身，虎视眈眈地向你围过来。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咔的一声轻响，一道寒光从叶凡手中弹出，一柄金刚哨棒瞬间伸长，其尖锐的一端不偏不倚地抵在第一个冲上来学生的咽喉上。都给我坐回去！叶凡的声音淡漠如水，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谁敢再上来一步，我就砸碎谁的骨头，让他这辈子都别想参加高考。不信你们可以赌一下，看我到底敢不敢。